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橘讲故事。吃年夜饭，临时来了2个亲戚，婆婆让我和女儿去厨房吃，给他们腾位置。我直接把桌上我带去的硬菜全部打包带走，澳龙、松茸、金华火腿，一桌熊孩子顿时都哭了。天地良心，去婆婆家之前，我真是打算好好过个年的。才买给7大姑8大姨的礼物，就花了2万多。带去的食材都是我开海鲜酒楼的老爸精心准备的，好几层冰袋包装空运过去。我们进门，邮局的快递员也同时上门，打开一看，冰都没化。也许就是我这份心意，让婆婆觉得我是个好拿捏的软柿子。我叫安兰，北京土著。在生下女儿和和之前，是个外企白领。老公杜磊是我大学的学长，也是我的初恋。他是个农村孩子，靠着助学贷款完成了学业，考上了公务员。当年我爸妈是非常反对我嫁给他的，我妈甚至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。但是我意外怀孕了，加上杜磊下跪恳求，我妈终于松口了。遗憾的是，我妈没能等到女儿和和出生，她出车祸走了。因为要守孝3年，所以到现在和和3岁了，我和杜磊都还没有办过婚礼。我们一直住在4环外我爸买的一套小复式房子里，公婆则在农村老家跟他大哥一家一起生活。也就是说，我跟公婆只有在他们来北京旅游的时候短暂地见过2面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都是非常淳朴的农村人，特别是婆婆，吃面的时候会把汤喝得干干净净，边喝还边给和和讲了一箪食一瓢饮的典故。所以这次回杜磊老家，我是有心好好表现一下的。可是事实证明，婆婆永远不可能变成亲妈，我的善意在她眼里最后全都变成了软弱可欺。我们是年29那天晚上到的，第2天一早，婆婆赵凤琴就用1根布带勒住额头，皱着眉头说她头疼得很，年夜饭没法指望她了。然后在床上躺了1天。杜磊说他妈头疼是老毛病了，准是过年被年货累的。我点点头，却忍不住腹诽。房子一点没打扫，门框上面的蜘蛛网都还在，过年的对联和鞭炮还是杜磊他哥杜强去村口买的，就连我们昨晚睡觉盖的被子都是他拿出棉絮来让我们自己套的。至于年货，就是些花生瓜子之类的东西，全装在麻袋里都没打开。感情他妈就是把这几只加起来都不到30斤的麻袋背回来的时候累的。不过这话我没有说出来，毕竟过节嘛，我又是在别人的地盘上，还是低调为好。早饭和午饭是我的嫂子娇梅做的，早上清汤面配咸蛋，中午臊子面配咸菜。娇梅是个刚出2胎月子的宝妈，做饭的时候豆大的汗珠顺着鬓角就往下流，她刚满月的儿子就一个人在炕上哭。而她的老公杜磊的大哥杜强以及我的公公杜守业一整天都不见人影，只有开饭的时候才会神奇的准时出现在餐桌前。不过和和倒很开心，觉得大锅饭很新奇好吃，比平时吃的多了。娇梅8岁的大女儿玲玲领着她满院子疯跑，2个孩子的笑声就没断。说实话，这一切让我挺不爽的，好在杜磊是个24孝好老公。他见我脸色不好，包揽了年夜饭除了煎炸、炒烹之外的所有准备工作。嫂子娇梅也来来回回，在一旁打了不少下手。饶是如此，做出双份10菜1汤的年夜饭来，也让我着实累得够呛，出了一身的汗。晚上7点准时开席，来吃饭的亲戚加上我们一家3口和公婆，一共21个人，
所以做了2桌。我们这桌加上我和和和，一共11个人。大圆桌挤得满满当当。公公杜守业举起酒杯，正要说话，院子里一阵响动，闯进来一男一女，都是50多岁的年纪，黑瘦。他们对公婆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，杜磊凑在我耳边翻译：“这是杜二婶和张叔专门来看你的。”听了这话，我赶紧站起来，笑着打了个招呼，然后让和和也叫人。和和很乖巧，奶声奶气跟他们打了招呼。可这2人却像没听见我和和和说话一样，只是站在那里，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，然后又打量我女儿。杜二婶换了带方言口音的普通话，问我婆婆：“咋生了个丫头？不说是小子吗？”婆婆这时已经取下了头上的布条，但勒痕还在。她似乎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他们就准备生老二了，这回准能生小子。”这分明就是嫌弃我和和和，而且还骗亲戚说我生的是儿子。杜磊的手在桌下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背，眼神里有恳求。早就知道他们老家重男轻女思想很严重。想了想，大过年的，我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可能一辈子就见一次的亲戚发火。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忍住。这时婆婆已经站了起来，里里外外找了一圈凳子。杜磊起身说：“妈，我去隔壁借2个凳子吧。”婆婆却一把拉住了她：“这个时辰去借东西，对邻居不好，咱不能干这样的事。”说完，她打量了我一眼，突然走过来，一把抱起和和，塞在了我怀里。我有些懵了，难道是让我抱着和和吃饭？可是这也只腾出了一个凳子来啊！不想婆婆的下一句话，几乎让我瞬间背过气去。她说：“大兰，我给你们剥点菜，你带着和和去厨房吃吧。”我不敢置信地反问：“妈，您说什么？”婆婆此时已经端起了和和面前的碗，胡乱给她装了几筷子菜，让你和和和给表姑一家腾个椅子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儿呢？还得长辈开口。杜磊连忙说：“妈，我带和和去厨房吃。”大兰，你坐下好好吃。我瞪大眼睛问他：“为什么我的和和要去厨房吃饭？”杜磊正要说话，杜二婶阴阳怪气道：“杜强，你这媳妇不行啊，眼里怎么一点没有长辈？”杜磊长红了脸，再次用祈求的眼神看向我。我瞪了杜二婶一眼，又问了一遍杜磊：“为什么我的和和要去厨房吃饭？”杜磊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：“没有没有，妈是让我带和和去厨房吃，这不是家里地方小，挤吗？”和和此时也察觉到了气氛有异，她紧紧趴在了我怀里。我的火气蹭蹭上涨。此时整个房间鸦雀无声，只有电视里传出遥远的欢声笑语来。所有人都看着我，桌上那些我还没有把身份和面孔完全对上号的亲戚们，都一言不发地看着我。杜二婶再次开口：“杜磊啊，听说你娶了这城里媳妇，我和你张叔可是走了10多里山路，专门来吃团圆饭的。看来你是真的降不住你这城里媳妇啊。”一直没说话的公公杜守业此时开口道：“安兰啊，你是不是嫌弃咱们家的条件啊？地方小，给长辈让个位置，那是应该的。你别不懂事了，快把孩子抱走，菜都要凉了。”此时，嫂子娇眉怯怯地开口道：“弟妹做这一大桌菜，辛苦得很，让她好好吃吧。我带玲玲去厨房吃。”不料杜二婶一步抢上前来，拉住了她：“小霞，你好好坐着。你是生了儿子的人，是咱们杜家的大功臣，你上桌吃饭，那是天经地义。”说完，
挑衅地看向我。我再次看向杜磊，他满脸通红，看向我的眼神里全是卑微和恳求，求我息事宁人，带和和去厨房吃饭。我又看了看桌上的那满满一大桌菜，奥龙，我爸4点去海鲜市场挑的，3只，我做了大的2只。黄油松茸，5A 级松茸，每一口都是1克黄金的价格。9两的大闸蟹，5年的金华火腿，1头的黑金鲍。再看看婆婆给和和加的菜，清炒菜心，炖鱼里面的豆腐，炒鸡里面的土豆，我的火气再也按捺不住。我盯着杜磊，你真打算让我的和和去厨房吃年夜饭？杜磊嗫嚅着低下了头，不敢跟我对视。眼看他指望不上，一桌人都更安静了，只有杜二婶走到我面前，伸出手点了点我的胳膊，嫁到我们杜家，你就得守杜家的规矩，赶紧把你的赔钱货领走，别在这儿影响长辈吃饭。我气急反笑，您说的真对，不过呢，这桌上的菜啊，都是我爸怕我们和和吃不惯这里的饭菜，专门从北京给他带来的。您既然要赶他去厨房吃饭，那这菜我也得带走。说完，我把和和塞在杜磊怀里，端起装龙虾的大盘子，转身就往厨房走。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。我端走龙虾后，又端走松茸，然后是大闸蟹、火腿。等我要端走那盘五花肉炖黑金鲍的时候，桌上一个7、8岁的小男孩突然拽住盘子大哭起来，他把我没吃过的好吃的都端走了。我要吃大鲍鱼。这一哭，桌上另外一个4、5岁的小男孩也对我抹起了眼泪。婶婶，等和和妹妹吃完螃蟹肉，能不能把螃蟹钳子送1只给我？眼看话锋要变，公公杜守业终于站起身，一拍桌子：“安兰，你爸就是这么教你的吗？你还有没有一点教养？”我把盘子从小男孩手里夺回来，冲他笑笑：“我爸只教过我，教养是跟有教养的人讲的。”杜磊抱着和和，傻傻地望着我，嘴巴半张着。此时，婆婆脸色铁青的也站了起来，但她还试图打圆场：“大兰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赶紧把菜端回来。你要不愿意去厨房吃，咱就挤挤吧。”我饶有兴味地望着她：“怎么挤？”婆婆以为我服软了，忙对着杜二婶夫妇解释道：“大兰是独生女，家里宠坏了，没规没矩的。她姑父，你们多担待啊。”杜二婶冲我翻了个白眼，顺势被婆婆拉着坐在了我的座位上，而张叔不待婆婆招呼他，忙一屁股坐在了原本属于和和的座位上。此时另一桌也传来嘀咕声：“瞎折腾，好好的菜都放凉了。”就是真不知道这城里媳妇有啥好的，眼睛都长到天灵盖上了，眼里一点长辈没有，让这么多人瞅着她发脾气，可显着她了。就生个丫头片子也敢这么闹。杜磊这时站了起来，要接我手里的盘子：“老婆，你坐我这儿抱着和和吃。”他居然也以为我服软了。我躲过了他的手，看着婆婆，一字一句道：“你们眼前这一大桌子菜，都是我这个没规没矩的，家里宠坏了的媳妇忙活了一整个下午做出来的。”此言一出，桌上一个不知是姑还是婶的半老女人冲着婆婆脱口而出：“三嫂，你不说菜都是你做的吗？我这还寻思呢，你啥时候会做这些个稀罕海物了？”婆婆的脸半青半白，低声道：“一起做的，大兰她给我打了点下手，当着我面撒谎，还面不改色。”我突然发现自己似乎从来都不认识婆婆，对她的印象完全来自杜磊的口述。她口中那个任劳任怨、勤劳朴实的母亲，和眼前这个谎话连篇的老太太，
真的是同一个人吗？我看向杜磊，他再一次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妈，我要是没记错，您今天犯了头疼的老毛病，可是一天都没下床啊，连早饭和中饭都是我嫂子端到您床头伺候您吃的，您到底什么时候跟我一起做饭了？婆婆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和和此时奶声奶气道：“奶奶躺床上玩了一天的手机，还让玲玲姐姐给她倒尿盆儿，真是我的神助攻。”我给了和和一个赞许的眼神。不料杜磊拉着和和走到我面前：“老婆，咱别闹了行吗？好好吃个年夜饭。”继而又压低声音：“给我个面子，等回北京你怎么收拾我都行。”杜磊拉着我胳膊的手颤抖着，我轻轻甩开了他的手：“我闹？是谁不让和和上桌吃饭的？农村就这样，愚昧。咱几年也不回来一次，大兰，看咱闺女的面子，别闹了行吗？”杜磊继续低声道：“你闺女还有面子吗？我们都要被赶到厨房吃饭了。”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端着那盘黑金爆烧五花肉，绕过了他向厨房走去。身后突然传来公公杜守业的一声暴喝：“让他端走，别拦着他，这城里媳妇咱高攀不起。杜磊，明天你就跟他离婚。”此言一出，房间里顿时安静的连针都能掉在地上了。我这才发现，不知是谁把电视都静音了。几秒钟后，我听到杜磊哀嚎一声：“爸，您胡说什么呢？”我站在厨房里，双手撑住灶台，听着堂屋传出来的一片嘈杂，有劝的，有骂的，还有幸灾乐祸的。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翻涌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着。离婚？公公让杜磊跟我离婚？这就是我3年来大年小节红包礼物源源不断送给他们的公婆。原来电话和视频里的那些笑脸和夸赞都是虚与委蛇，原来他们根本没有把我和女儿当作一家人。我冷笑起来，环顾一圈，一眼看到了厨房地上的那只大冰包。那是爸爸最喜欢的一只冰包，30升的容量。小时候去公园野炊，爸爸总是在里面装满了好吃的，冰激凌几个小时都不会化。现在它被放在厨房脏兮兮的地板上。打开冰包的侧袋，我找到了几只备用的大号食品保鲜袋，正是这款冰包的配套保鲜袋。把2层袋子套到冰包上面，我开始把之前端过来的所有食材一股脑地倒进了冰包里。这时，一个怯怯的声音在身后传来：“妈妈，你干嘛呢？”是和和，我从来没听他这么说过话。我一阵心酸，蹲下来：“和和不是总想吃折螺吗？妈妈这回给你做折螺吃好不好？”和和疑惑道：“可老爷说折螺不卫生，有别人的口水。”我强忍泪水，这次的卫生别人没吃过。和和突然伸手抱住我：“妈妈你别伤心。”我顿时破防，连忙抹掉眼泪，想了想，又冲进了堂屋。另一桌的菜我还没端走呢。我这人小心眼儿，刚才可是清清楚楚听到另一桌也没说我好话。一屋子的人见我又冲了进来，顿时齐齐闭嘴，一双双眼睛都盯着我。婆婆和杜二婶夫妇的眼神恨不得射出子弹来。我冷笑着端起另一桌上的龙虾盘子，既然都要离婚了，那我做的菜想必也入不了您各位的眼，我还是带走吧。杜磊拉住我：“大兰，爸在气头上的话不算数的，你别往心里去。”我冷冷道：“松手，不然扣你头上。”杜磊听话地松了手。我又往返几趟，
把我爸寄来的所有名贵食材都收进了冰包。桌子上只剩下婆婆买的鲫鱼和一些素菜，都是些便宜货，鸡是肉鸡，鱼是土星星的鲤鱼，就留给他们去年年有余吧。一桌人如痴如傻，没一个说话的。公婆脸如黑炭，杜二婶和张叔这会儿也全蔫了。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回到厨房，撅下一只蟹钳，丢给那个抹眼泪的小男孩。他立刻接住了，谢谢婶婶，婶婶真好。这是老杜家我唯一觉得顺眼的孩子，跟杜磊一样嘴甜。我冲他笑笑，转身回了我们昨晚睡觉的客房。几秒钟后，不出所料，这个小男孩撕心裂肺的哭声已经传来。你还给我，这是婶婶给我的，是我的。人仰马翻。我飞快地收拾好了行李箱，原本要在晚饭后送给公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礼物，也都被我收回了行李箱里。那10几条丝巾包装盒太占地方了，原本怕他们担心不是正品，我才吭哧吭哧从北京背了过来。我就把盒子拆了，只把丝巾放进了行李箱。包装盒我故意丢了一地，4位数的丝巾，让他们自己去后悔吧。女儿寸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。杜磊终于也磨磨蹭蹭进来了，他反锁了门，当着女儿的面跪在了我面前。大兰，我求你了，给我个面子，你能不能去给爸道个歉，这事儿就能翻篇了。让我道歉？我真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坏掉了。女儿却顿时要哭，爸爸，我们走吧。他们都欺负妈妈，妈妈什么都没做错，为啥要给爷爷道歉？杜磊揽过女儿，和你不懂。我打断他，拉过女儿给她穿羽绒服，她不需要懂。杜磊，道歉免谈。我现在要带和走，你是要留下还是跟我们回？杜磊犹豫了半天。你想好了再说话。我低声道。我一直向往相敬如宾，想不到竟然要靠威胁来让老公就范了。生活真是一地鸡毛，再躲着也早晚粘脚上。过了足足1分钟，杜磊一声长叹，站了起来。我跟你走。可是晚上路不好走，这会儿也不好借车。杜磊，我再次打断他，你到底走不走？走。他咬咬牙，手机给我，我现在改机票，改今晚最近的。见他终于跟我统一了战线，我忍不住鼻子齐酸，也别借车了，租个车。村头那家不就是跑出租的吗？我来的时候看到他们家门口停着一辆出租车。那家跟妈有点矛盾，杜磊嗫嚅着。那正好，就租他们家的。我给和戴好帽子，把我爸的冰包还有大行李箱都递给杜磊，走吧。晚上8点整，我们一家3口在公公杜守业的破口大骂声中逃离了他家的小院，而婆婆正坐在堂屋的地上，拍着大腿哭天抢地。我捂住和地耳朵，尽量不让他听到。第一次经历传说中的泼妇坐地，我的心真有点砰砰乱跳。跟婆婆有仇的出租车主王师傅早已把车停在了门口，一口一个二哥、二嫂，殷勤地跑过来抢过杜磊手里的冰包和箱子，似乎生怕我们反悔不走了。他还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盒舒化奶来，递给和道，知道小妹妹没吃上饭呢，先喝个牛奶垫垫吧。我接过，牛奶是温热的，显然是用水浴加热过的。那一刻，我是彻底破防了。杜磊却问，你咋知道我闺女没吃上饭？王师傅不好意思地答道，你们老杜家饭桌上吵架的事，你三姑婆正偷偷在网上直播呢，全村都在看，
我媳妇看的饭都不吃了，说比看春晚还精彩。2个多小时后，我们一家3口蹲在机场候机厅，就着放在长椅上的冰包，吃着折罗。依然温热的折罗，虽然由山珍海味堆砌而成，却味同嚼蜡。机票改到了凌晨1点，虽然夜航折腾人，但这个鬼地方我是1秒钟都不想多待了。和和一边吃一边拼命耍宝，想要让气氛活跃起来。看着懂事的女儿，我心如刀绞。杜蕾小心翼翼地看着我的脸色，大兰，咱别生气了，行吗？老公都给你出气了。我不想当着和和的面吵架，但他这么一问，我的火气顿时又冒了上来。你怎么给我出气了？我都跟你走了啊，跟他们划清界限了。杜蕾揽住我，你说我总不能跟我爸妈、姑伯叔叔们吵架吧？我上大学，他们每个人都是出过钱的，我不能让他们指着我鼻子骂我忘本啊！好老婆，咱不跟他们一般见识啊！回去你打我，打我好不好？要不我跪键盘，跪你新买的那个机械键盘，好不好吗？离开了他爸妈家，杜蕾似乎已经飞速地变回了那个24孝好老公。我却有些恍惚，究竟那个唯唯诺诺看着我被人欺负却一言不发的他，是真实的他，还是眼前这个委屈小一儿功夫了得的他，是真实的他呢？我再次开口，语气软了下来，你少打我那个新键盘的主意啊！动一下，我剁了你爪子！和和见状，挤到我们中间，举起小拳头打着杜蕾，别等回家了，妈妈，我现在就帮你打爸爸。妈妈，和和给你出气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杜蕾见状，手伸到和和的肋间抓痒，父女俩笑成一团。我盯着泡在了红烧肉汤汁里的松茸，不由想到，这要是让老爸看到，准要扼腕叹息。猛然间，我警醒过来，我这么早回去，该怎么跟老爸解释呢？要知道，老爸对于我这第一次见公婆，可是兴兴头头的忙了小半个月，干货鲜货，从年前就到处打电话，动用了他几乎所有的供货渠道。用他的话说，就是给我撑起10足10的面子来。想到这里，我猛地一拍大腿，老爸邮过来的干货，我怎么忘记要回来了呢？那2盒50头的大瑶柱，我1年都吃不上几次。还有那一大盒长海辽刺身，足足250克，一拿出来就被婆婆不知道藏哪儿去了。我估计这个死老太婆都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。我丝丝地吸着凉气，这次可赔大了，不但面子全无，还搭进去小1万的干货。杜蕾紧张地看着我，你怎么了老婆？怎么眼神都直了？你可别吓我啊！我再一次被他逗笑，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说起来，你妈不让我上桌吃饭，倒给我省了不少钱呢。说着，我从行李箱的侧面拿出一只锦盒来，本来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妈的，现在好了，我自己留着带。杜蕾狐疑地接过盒子，里面是一只沉甸甸的素圈金手镯。他皱眉问我，老婆，你不是说今年没给妈再买金子吗？过年给母亲送金首饰是杜蕾他们村孩子出人头地的标志，而且这个金子还不能自己的孩子买，必须得儿媳或者女婿买，才能格外显得出人头地来。杜蕾第一次跟我说他们村这个风俗的时候，我很有点匪夷所思。婚后过第1个年的时候，他自掏腰包买了金子，以我的名义邮给了他妈，我这才相信他不是在鬼扯。但现在我又怀疑了，他真不是在鬼扯吗？我骗你的啊，本来想给你妈一个惊喜的，还好你妈找我事儿找得早，这要是晚点，我镯子给出去了，你说我还往回要不？
我夺回盒子放好，故意阴阳怪气地说。杜磊的脸色却变了。大兰，你说你没事开这种玩笑干啥？你要是早把这东西拿出来，估计妈也就不会为难你了。我听出了话音不对，几个意思？杜磊低声道：妈问了我好几次，今年你给她准备的啥金子？我说你们家买了好多海鲜干货，还有给亲戚们的礼物也花了不少钱，所以就没给她再准备金子，所以你妈才找我的事儿。因为没给她金首饰，才找我的事儿。我的声音顿时提高了8度。你也知道我们村的风俗，毕竟你前2年也没回来过年，还给她邮了金子，今年回来了，结果没买。我妈她可能心里有落差吧，亲戚面前也不好看。杜磊悠悠地说。我看着杜磊上下翻飞的嘴皮，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无比陌生。爸爸，奶奶想要金镯子，为啥还欺负妈妈？想要别人东西的时候，不应该对别人好吗？和和歪着头，奇怪地问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个了。我不想当着女儿的面说出难听的话来，只能把胸口的千万只草泥马都压了下去。杜磊跑去卫生间倒冰包里的汤汁去了，我抱着和和让他小睡了一会儿。那一刻，戴着耳机听歌的我面无表情，心情却像在油锅里煎熬。杜磊到底跟谁一伙的？是我和和和这个小家，还是他老家那个7大姑8大姨的大家？还有，他真的爱我吗？我不由得想起了跟妈妈吵架的那个夜晚，她说的最重的一句话。她的眉头皱成了川字。大兰，我觉得单靠爱情不足以支撑婚姻的幸福。婚姻是很复杂的东西，它更需要双方旗鼓相当。杜磊除去外表和学历，一切条件都可以说根本不及格。靠他自己想在北京买房扎根，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那么对他来说，想要留在北京，过上相对舒服的日子，找个家里条件好的本地女孩倒插门，就是最佳选择了。当时我面红耳赤的争辩，杜磊哥不是倒插门，而且他是我的学长啊，学校里的爱情不看这些条件的。妈妈叹息一声，有些人可能是不看的，但也有些人。我哭了。妈，你是不是觉得我除了家里有钱有房，其他都配不上杜磊哥？妈妈认真地看着我。大兰，你在妈妈心里永远是世上最好看的小姑娘。但你要是想听实话，那么你在外貌条件上面与杜磊的差距是有那么一点的。听了这话，我摔门而去，打电话给杜磊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他说家里住得不开心，不如搬出来吧，我单位宿舍另一个人回家住了，你搬过来好不好？于是我搬了过去。后来我怀孕了，杜磊欣喜若狂，表示他一定要马上娶我。他在我家门口跪了一整个星期，我妈才松了口。我心里是知道杜磊有点逼宫的意思，但我那时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小计谋在我看来也是爱我的证据。回家那晚，妈妈抱着我哭了很久。至今我仍记得自己是如何努力掩饰马上要嫁给杜磊的喜悦，好让我妈的伤心欲绝显得不那么突兀。那是妈妈出车祸的前3天，我真想抽死自己。回去的飞机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世界上爆发了战争，我操纵着一颗威力无穷的炸弹，在地图里查找到杜磊他们村的名字，然后把红色光标移了上去。炸弹精准地击中了他们村，白色亮光闪过，蘑菇云腾起，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弹坑，一切人类的痕迹都荡然无存。我满意地检查着自己的战果，突然发现废墟里有一只小手，还紧紧攥着蟹钳，
正是我之前掰下来的那个蟹钳。我尖叫一声惊醒过来，发现飞机正在穿越云层，而我一头的冷汗。怎么会做这样一个梦？我发现自己的潜意识如同消融的水下冰山，在那些我极力用来框住极端想法的社会准则之后，以赤裸裸的画面将我最真实的感受描述了出来。在我27年的人生中，我一直被爸妈保护得很好，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被弃如敝履的时刻。我看着杜磊熟睡的侧颜，这就是当年在图书馆让我惊为天人的学长，他温文尔雅，玉树临风。他博学多知，自律上进。他是和和的父亲，他给了和和漂亮的眼睛，还有无尽的父爱。直到流出眼泪来，我才发现自己是认认真真在考虑离婚的事。杜磊能跟他的原生家庭决裂吗？为了我，为了和和。如果他能，那么我们的缘分也许还能继续；如果他不能，那么也许我们就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了。大年初2，我和杜磊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，来到了我爸安建军家。我爸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个时候来，开门的时候他的眼眶有点红。我一眼看到客厅的茶几上摊开着7、8本影集，那一刻我再一次想抽死自己。在我跟着杜磊跑到他们家去被嫌弃不让上桌的时候，我自己的父亲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在北京过年，没有了妈妈，也没有我和和和。30晚上他是怎么过的？是在酒楼坐镇，还是一个人待在家里？老爸一向的开朗健谈，让我忘记了他官夫的身份，也让我忽略了他的感受。这次也一样，他听了杜磊要加班的理由后，虽然有点怀疑，但也没有当面揭穿。为了圆这个谎，杜磊跟他要好的几个同事都打了招呼。老爸如果去查证，也不会发现任何问题，因为杜磊本身是要春节值班的，跟同事换了班才回的老家。为了分散老爸的注意力，我问他：“您今天咋没去酒楼？大过年的，老板不在，您那帮徒子徒孙还不得都开小差？”老爸摆摆手，没接茬儿。你手机坏了，难道杜磊的手机也坏了？那么多菜，愣是没拍一张照片。别是海鲜都坏了，你们没吃都扔了吧？不对啊，海鲜就算坏了，那松茸也不可能坏了啊。还有干货呢，对于年夜饭没拍照给他看的事，老爸依然耿耿于怀。我和杜磊对视一眼。大年初1，我们一家3口吃了整整1天的折罗，上顿热完下顿热。我第一次觉得龙虾肉难以下咽。和和看了看我们，也没说话。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，小小年纪就知道有些话不能说了。我把老爸按在沙发上，给他捶起肩膀来。怎么会呢？就是因为太好吃了，一上来大家都疯抢，根本就来不及拍照。老爸有点开心，悄悄问我：“龙虾是你掌勺吧？是不是做的2吃？你婆婆一家都让你给震了吧？”我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硬，可不是吗？老爸凌晨4点挑回来的澳龙，那可是在北京城最好的货头儿里拣出的货架。我这手艺又是老爸亲传，龙虾一上桌，无数只手啊就瞬间给它五马分尸了，就连虾壳都让大家伙儿给嚼碎咽下去了。嘿嘿，就知道贫。老爸兴高采烈起来，走，咱今天下馆子去，又去老爷店里吃。和和叫苦不迭，他早已吃厌了老爸酒楼大厨的手艺。那小和和想吃啥？说吧，老爷请客。老爸毫不在意和和的不捧场。披萨、汉堡、薯条、可乐。和和连忙要求平日里我不让他多吃的洋快餐。
切，还以为你要吃啥龙肝凤髓呢，搞半天要吃外国烧饼和外国肉夹馍，还得配着外国土豆丝和外国止咳糖浆。你说说你啊，我该说你会吃还是不会吃呢？老爸说着，还是起身穿起了外套。等披萨的时候，杜磊接了个电话，而后他就一直心神不宁。连老爸也看出来了，打趣他：“你那痔疮是不是没给割干净啊？”呵呵大笑着嘘老爸：“老爷你恶心死了。”杜磊却没笑，他双眉紧锁，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：“老婆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点事。”他一直把我带到了店外露天的地方，我没穿外套，冻得直发抖。他也没看出来，只是顾自叹息。我问：“您到底有啥指示？再不说我可冻成冰棍了。”他这才看到我只穿着羊绒衫，于是脱下自己的羽绒服披在了我身上。我拉好拉链，问：“是不是跟你爸妈有关？”他抬起头：“你咋知道？”居然猜中了，我也没了笑容。啥事？逼你离婚？怎么可能？他讪笑道：“我爸那就是气话。他们来北京了。”你说什么？我瞪大了双眼。啥时候来的？现在在哪儿？在咱家。他低下头不敢看我的眼睛。他们怎么进？我没说完就刹住了话头。自然是杜磊把密码锁的密码告诉了他们。他们来干什么呢？找我兴师问罪吗？不至于吧，这么大气性。我用手把住杜磊的下巴，也固定住了他四处躲闪的目光，说：“他们来干什么？”我妈说这么冷的天，杜磊的脸上居然出了一层油汗。他到底说了出来，说我大哥养了他们这么多年老，该换我了。哦，我的大脑一时有点短路。养老，这是要在北京常住，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啊！大兰，你给我点时间，半个月，不，1个星期好不好？我一准儿把他们劝回去。杜磊冰凉的手捧住我的脸，咱们俩说好的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要一起面对。我答应过你，你也答应过我的，对不对？我还不及答言，就见我爸领着和远远走了过来。爸，你咋出来了？我一头雾水。杜磊，老爸板着脸问他：“你爸妈是不是来北京了？”爸，你咋知道的？杜磊挠挠头：“你爸妈刚才在我酒楼里打砸抢，把招牌都给砸了。陈阳已经报警了。”老爸面色铁青地说：“陈阳是酒店的经理，一个我爸用5万月薪留住的高端管理人才。他亲哥就是我爸酒楼那个辖区的派出所所长。”什么？报警了？那我爸妈现在人呢？杜磊傻眼了。大兰，你跟这小子回去他们老家以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人家村子里杀人放火了？老爸转而问我。我语塞了。奶奶不让我和妈妈上桌吃饭，还有好多人都为难妈妈，妈妈特坚强，一直忍着不哭。后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。昨天我们还吃了一整天折螺，龙虾鲍鱼折螺。和抢答道，总算是把所有他知道的秘密都抖搂出来了。是真的吗？老爸重重看了我一眼。我还不及答言，杜磊忙问老爸：“爸，我爸妈人呢？派出所呢啊？”我说：“你这孩子是不是没说实话啊？你爸妈到底是农民还是黑社会啊？”老爸是轻易不跟人红脸的人，这话很重。杜磊显然没注意听，他开始拨打他爸妈的电话，轮番打，都没人接。派出所里，我再一次见到了杜磊的爸妈。二老都背着手直挺挺坐在椅子上，目不斜视。我再仔细一看，原来二老是手都让拷到椅子背上了。
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杜磊看了我一眼，又用埋怨的语气问他爸妈：“爸啊，妈，咱不都说好了吗？你们这是要干啥？是不是见儿子过得好，你们心里就不舒坦？为啥要跑去砸大兰他爸的店？”婆婆一听这话，顿时泪眼婆娑：“杜磊啊，爸妈来北京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媳妇别说接我们了，连个面都不露啊！儿子啊，妈这心揪着疼啊！我的儿子，我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儿子，在北京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爸妈都明白了啊，是一点主也做不得啊！他们北京人不是礼数最多了吗？爸妈就是想问问咱亲家，公婆大老远跑来，儿媳妇躲起来不见我们，这是个什么规矩啊？”我看了一眼老爸，他脸色青灰，紧紧咬着牙关。杜磊尴尬道：“妈，您说什么呢？”大兰他是身体不舒服。我一把推开他：“妈，首先，杜磊根本没告诉我您要来，其次，这也不能成为你们砸我爸酒楼的理由吧？就因为我没去接站。”婆婆剜了我一眼：“谁砸东西了？那是你们那个狗眼看人低的陈经理，拦着不让我们上去找你爸，还撕扒老头子的衣服，老头子才急了的。是那个陈经理先动手的。”就在这时，陈阳从里间走了出来，扬了扬手里的 U 盘：“老太太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一套可不实行喽。”老爸终于开口了：“陈阳，到底咋回事？”陈阳叹了口气：“我刚把监控证据提供给警察，他们说证据确凿，3年没跑。手机上我也备份了。您看，这老头一进来就把门口的2个花瓶都给推倒了。迎宾去拦，被他一把甩到地上，整个一土匪。我一迎上去，就被这老太太把衬衫都撕破了。”陈阳举着手机的胳膊上横七竖八10几条血印子。杜磊听了这话，面如死灰。老爸则看向我公婆，婆婆老脸一红：“撕你衣服怎么了？是你不好好说话在先。”陈阳气急：“你遇到砸你店的，能好好说话？”杜守业正要大骂：“你个！”杜磊低头在手机上查着什么，此时突然大喝一声：“爸，您闭嘴吧！”杜守业挣扎了一下：“你小子就这么跟你爹说话？我手要是没绑着，准给你2个大耳刮子。”杜磊低声道：“爸，您也知道您手绑着了，咱家庭矛盾，没有必要闹成这样的。你那臭脾气啊，真得改改了。”杜守业哼道：“什么家庭矛盾？马上就不是一家了。我让你离婚，你离了没有？”老爸的脸登时变得通红：“大兰，你公公说什么？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正要开口，杜守业得意道：“现在知道着急了，也知道你这骄横跋扈的闺女带着个女娃2婚没人要了。如果不是我和陈阳拉着，老爸立时就要冲上去。你说什么呢？”杜磊也死命拦着我爸：“爸，您别生气，我怎么会跟大兰离婚呢？我爸啊，其实他有点老年痴呆了，10月份就诊断出来了。您真别跟他一般见识，爸，我求您了。”老爸疑惑了，打量着公公：“老年痴呆？不像啊。”杜磊连连点头：“老年痴呆有好多类型的，他这种就是暴躁易怒型的。小兔崽子，你放什么屁呢？”杜守业一声暴喝：“你他娘的才痴呆！老子清醒得很。今天老子把话撂这儿了，你爸妈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赶紧跟这个城里媳妇离了，你不离，我们老2口就不走。”婆婆疑惑地问：“杜磊啊，你爸他真痴呆了？”杜磊的焦急不像假的：“妈，您怎么也不记事儿了？您忘了，诊断书还锁在那个红柜子里呢。”关于红柜子，杜磊跟我提过很多次，
那是他们老杜家放一切贵重物品的地方，比如说冰糖。他给我讲过10几次他小时候偷吃冰糖的事，让我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，甚至怀疑他是从什么困难年代穿越过来的。我狐疑地看着婆婆，却见她拉住杜磊，低声道：“孩子，在老头子跟前，咱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个吗？”杜磊也低声道：“妈，现在情况不一样了，爸闯祸了，人家要不知道他有这个病，是要让他赔钱坐牢的。”婆婆眼神一凛：“不能吧？不就打碎2个花瓶，挠了那个陈经理几把吗？”杜磊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又低声道：“妈，那2个花瓶是古董，是大兰他爸老同学送的，一个就10几万。”婆婆瞪大双眼：“啥？那么贵重的东西，他就那么大模大样摆在那儿？”杜磊看了看我的脸色，又低声道：“妈，高档酒楼，这是牌面儿。爸这回是闯了大祸了，他这病啊不能拖了，得尽快治了。”老爸看向我：“大兰，你公公真痴呆了。”我看了看杜守业，此时他的状态的确很不对劲，2只眼睛看着我们，可目光的焦点好像在很远的地方。我正要说话，杜守业突然笑了起来：“我城里的儿媳妇要回来了。”“老七啊，城里儿媳妇，我儿子出息了啊！”此时不用我再多说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杜守业的确很不正常。可我还是有点疑惑。于是在警察过来以后，我借口去卫生间，给嫂子焦梅拨了个电话。“大兰啊。”焦梅的语气有点乱：“你好着呢吧？见着爸妈了吗？”“嫂子，咱爸杜守业他得啥病了吗？”我直接问。“没有啊，他年前才体检过，除了血脂高没啥毛病。”“那……”我又问，“他得老年痴呆了吗？”“啥？”焦梅笑了，“他一天到晚打麻将，比谁赢得都多，怎么可能痴呆？”挂断电话，我一阵脱力。我居然嫁到了影帝之家，一家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影帝。安澜。刚出卫生间，我的肩头就被拍了一下，回过头见到一个清瘦的男人，戴着眼镜，正在洗手，似乎有些熟悉的面孔。方浩，我没太敢认。嘿，还能叫出我名字来，可以啊，安大兰。方浩擦干净手，又擦了擦鼻子，声音很欣喜，跟此时我的心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方浩是我高中的同桌，学霸一枚。看到他擦鼻子的动作和高中时一模一样，让我瞬间有些感慨，时光如梭。听到他叫我高中时的绰号，更是让我恍如隔世。方律师，这次实在是麻烦您了，我这就送您回去吧。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很毕恭毕敬地对方浩道：“您先回吧，我这儿遇到个老同学。”方浩对他点点头：“律师，你怎么改行了？你不是读的理论物理吗？”中年男人走后，我奇怪地问：“嗨，理论物理就是个死胡同。我啊，硕士的时候理转文了。”方浩又擦擦鼻子：“您这是观光来了？有人砸了我爸酒楼，我们过来处理下。”我简单地说：“啥？大过年的安叔叔的店被砸了？谁呀这么损？”方浩惊讶极了：“你们找律师了吗？我哥怎么没跟我说呢？”“你哥？”我一头雾水。“陈阳，安叔叔店里的陈经理，你认识吧？我表哥。”他说着，就看到了陈阳的身影一闪而过，忙高喊一句：“哥！”哎，我想要去拦，但他们已经互相看到了对方，家丑瞒不住了。3分钟后，方浩和陈阳的交头接耳结束。方浩看我的眼神
都变了。哎呀，我说安兰啊，你现在怎么这么怂了？我无言以对。陈阳拉了他一下，大伟，怎么说话呢？本来就是啊，上学那阵儿，你拽着我领口给我拎起来的那气势到哪儿去了？方浩没有停口的意思，你公婆还有你这个24孝老公，这是合起伙儿来消遣你呢。你还要和解？我要和解。我看了一眼陈阳，安叔叔好像有这个意思。陈阳皱眉道：“你说你这公公，既然老年痴呆了，为啥不好好搁村里待着，跑北京瞎晃什么呢？”他没痴呆，装的。我咬住嘴唇，方浩，这种情况是不是需要鉴定是不是老年痴呆？这个咱先不论。方浩道：“我先问你一句话，你跟你老公的日子还打算过下去不？”打算过，咱有过的法子，不过了，咱就好好给你出口气。两人都看着我，我深吸一口气。我老公他，如果不跟他农村那个家有牵扯的话，他是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。哦，那就是不离呗。方浩摸了摸下巴，那就铁定要和解了。老年痴呆这个不好鉴定，容易扯皮拖时间，咱们就在赔偿金上面好好研究一下。一次就得让他们肉疼，再不敢造次。还要让你老公给你写保证书，保证不让他公婆还有他那些滴里嘟噜的农村亲戚再来烦你们。我看着方浩，他依然是上学时候那种有点欠欠的神情。一时间我还有点恍惚，不过是跟着杜磊回了趟他们老家，怎么他家人就闹到这个地步了？我的生活为什么瞬间就分崩离析了？你看着我干啥？哦，是怕请不起我吗？放心啊，我给你个老同学的友情价，等这事儿了，请我吃顿火锅就行。方浩嘻嘻哈哈道：“安大兰同学啊，人均200就行。”可是我公婆要来我家常住了，我一点儿也嬉笑不起来。这样，你把前因后果跟我详细说说。方浩也收起了嬉笑。20分钟后，我们走回派出所的办公室。大兰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打你手机也不接。老爸把和和递在我怀里，你公公得病的事，你怎么没跟我说啊？我看了一圈，杜家的3人都不敢跟我对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爸，这不是还没确诊吗？我想着大过年的，咱先不说这个了，就没想到杜磊他爸妈会不跟我打招呼就跑过来。他爸还犯病去咱家店里砸东西，这事儿啊，纯属事发突然。杜磊长出了一口气，满脸堆笑道：“就是，爸，这事儿啊，就是个乌龙，都是误会，咱一家人说开了就好了。不过呢，我继续说道，亲兄弟还要明算账，我把这店大过年的让砸了，多不吉利啊！这1年的生意都得受影响。再说那俩花瓶，正经拍卖会上拍得的，杜磊你也知道，那俩花瓶放到现在是个什么价了？大兰，你什么意思呀？”杜磊脸上的笑容顿时又凝固了。我说的不够清楚吗？赔钱啊！我伸出5指，至少得这个数。啥？5万？婆婆脱口而出。不，50万。我冷冷一笑。哦，不让人活了啊？媳妇要逼死公婆了啊？婆婆冷不丁就是一嗓子，吓得所有人都是一抖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双手被绑限制了他的发挥，他还能玩出更多花样来。和和立刻大哭起来：“妈，您先别嚎，吓着孩子了。”哎呀！大兰士气。气话。杜磊连忙安慰了他妈几句，又把和和送到老爸怀里。爸，我跟大兰说2句。老爸哄和和的空档，杜磊一把将我拉到办公室外面，压低嗓音：“
老婆，你可别再刺激我妈了，给我个面子，我搞定我妈，你搞定你爸，行不？”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，我心里一阵难过。怎么搞定？能不能让你爸先把谅解书签了？一瞬间，我就清醒了。很显然，他也知道谅解书的重要性。刚才经过方浩长达10分钟的科普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不签这个谅解书，他爸大概率就得进去。他这么问我，是要跟他爸妈统一战线来对付我跟我爸了。那么，我的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？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都开始发抖。杜磊，你看着我眼睛，你是打算跟我过下去，还是打算听你爸的，跟我离婚？老婆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咱们不是早就约好只有丧偶，没有离婚吗？他急了，一把捉住我的手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我的手骨传来一阵疼痛，松手。就在这时，方浩走了出来，见状一把推开杜磊：“你谁啊？动手动脚的干嘛？你他妈谁啊？”杜磊也推了他一把。我连忙站到两人中间：“大伟，这我老公。”哦，杜先生是吧？方浩立刻举手表示误会：“我是安大兰。”啊呸，安兰的高中同学，我姓方，天圆地方的方。天圆地方，高中同学，您待一边去行吗？没个眼力见儿的，我们家的事儿，你瞎掺和什么？杜磊没好气。是这样的，杜先生，我不只是安兰的高中同学，还是他的律师。方浩丝毫不怵，甚至依然保持着微笑。律师？杜磊难以置信地望向我：“老婆，你认真的？找了个律师对付我爸？”看到他受伤的表情，我心里还是一阵难过，但理智很快战胜了情感。我硬着心肠开口道：“没错，你想要我爸签和解书，就先赔他的损失。”是谅解书。方浩在一旁小声道：“我爸他痴呆了啊，他不是故意的。”杜磊又开始耍赖。是这样的，杜先生，我们现在已经认可了您关于您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的这一陈述，对此没有异议。也就是说，您父亲没有民事行为能力，那么他所造成的损失将会由他的监护人，也就是您的母亲来赔偿。当然了，您也可以申请成为您父亲的监护人，但不论谁赔，都是必须赔的。我不赔又能怎么样？你吓唬谁呢？杜磊双拳紧握。不赔的话，我们是可以申请强制执行的。您父亲名下的存款，您母亲家里的不动产，工资收入都是可以优先被用来赔偿的。啥？你要逼我妈卖祖宅？杜磊双目圆瞪，不可置信地转向我：“老婆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”我别过眼睛，你爸砸东西的时候就应该想到，砸了就得赔。那我要是就不赔呢？你们就一直关着我爸？是这样的，方浩接口道：“如果杜先生您同意赔偿，那安叔叔就可以给您签谅解书，咱们进入民事和解流程。如果您坚持不赔，那么我首先要对您所陈述的您父亲患有老年痴呆这一说辞提出复议，下一步就需要您找相关机构出具鉴定报告。您也知道，老年痴呆必然是伴随着脑部症状的，在 CT 中会有清晰的显示。如果真有机构出具了鉴定报告，那么我会再次申请复议，程序上可能需要好几个月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您父亲是不能被保释的，他不是老年痴呆，他是有精神病。”杜磊突然改口，我吃了一惊，看向他，他怎么张口就来？杜先生，方浩从上衣胸兜里掏出一支笔样的东西，扬了扬：“您说的话，我是全程录音的，希望您慎重一些，
不要信口开河。你，杜磊紧紧抿住了嘴。半晌，他红了眼圈。老婆，你真的找了个律师来对付我？见我点头，他也点点头。好，你无情，但我不能无义。不就是赔钱吗？我赔给你。你们商量好了怎么对付我，就进来谈吧。说完，他转身一头扎进了办公室，留下我和方浩面面相觑。他平时不这样。我试图解释。方浩一摆手，可以理解。平时没少看你朋友圈晒老公、晒女儿。这人啊，有时候得遇到事儿了，才能知道是不是真金，经不经得起火炼。你能看到我朋友圈？我吃了一惊。当然了，大3那年加的，你不会都忘了吧？为了要你微信，我还请你们宿舍的张倩吃了一顿麻辣烫呢。我毫无印象了。大3正是我遇到杜磊那年，那一年我的眼里心里除了他，再也塞不下任何一件事。不是吧，你真忘了？我小姑结婚，找你要安叔叔联系方式，走后门安排酒席的事儿，忘了？哦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似乎是有这么一件事。不过安澜，我觉得你老公跟你还是有感情的，这是给他们个教训就行了。毕竟抛开你公婆的事，你们的日子还是能过好的。孩子又这么小，也没有必要闹得太过激，以免双方留下心理阴影。方浩有点苦口婆心，可是他跟我已经不是一条心了。我悠悠地说，一边隔窗看着杜磊不知在跟他妈吵些什么。今天先谈赔偿的事儿吧，后面你怎么想的咱们再沟通，成不？方浩摆摆手，安澜你振作一点儿，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进去吧，大家当面把所有事都摊开了谈。说完，他拉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对我摆出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微妙，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剑拔弩张。在方浩的斡旋下，谈判进行的甚至异乎寻常的顺利。赔偿款的金额被我爸主动降到了当年他朋友拍下花瓶的原价19.8万，加上给陈阳的医药费，凑了个整是20万。杜磊也没再墨迹，当场就给我爸赚了20万。我不知道他哪来的钱，家里我管钱，他每月1万元的工资，有4000雷打不动的会给他爸妈。平时他也会搞副业，这部分收入我没有过问过。隔3差5，他跟同事们聚餐，还有逢年过节送我点礼物什么的，都是靠他副业的收入。我辞职带娃之后，全靠老爸每月支援1万元，生活品质才不至于断崖式下降。我又不论什么都想给和最好的，所以几年下来，外企工作攒下的几十万几乎见底了。20万也许已经掏空了他的小金库吧。到账后，我爸的语气很温和，但话很硬，倒也不是真缺这20万，就是一个态度。损坏别人东西照价赔偿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小杜，你这孩子这几年怎么样？我也是有数的。你既然表态了，坚决不离婚，那么就给爸爸一个态度吧。你爸妈的事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婆婆听了这话，终于直着脖子叫了起来：杜磊啊，这家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你爸妈都被他们送到局子里来了，你都被讹了20万了，你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呢？妈，您能少说2句吗？爸砸了人家东西，赔钱是应该的，但儿子真的能力有限，不能一次次地给你们搞这些善后了。儿子有心无力了。妈，您要是真想逼死儿子，那您就继续闹吧。杜磊的眼神有些涣散，他妈看着也有点怵，终于闭嘴了。谅解书的流程结束后，2个警察走过来，
给杜磊爸妈把手铐解开了。大懒，你带和和先回咱爸家，等我回去找个酒店把我爸妈安顿好了，晚上再来接你们回家，好不？杜磊将我拉到一边，低声问。算了，看着灰头土脸的他，我一阵心软，突然觉得自己做的有点过火。让你爸妈先住几天吧，你不是说1礼拜就让他们回去吗？老婆，杜磊顿时红了眼眶。那我就先领着爸妈去咱家住几天，你放心，少则3天，至多1个礼拜，我准保把他们劝回去。杜磊在我耳边说，一边还偷偷拍着胸口，似乎在保证着什么。不用了，和和在姥爷家也有衣服。那我等你消息。我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，心里总觉得这事解决得太轻巧。我婆婆那个不吃一点亏的性格，不会善罢甘休。此时我望向二人，只见公公杜守业不知是不是入戏太深，依然保持着一副痴傻的表情。婆婆则恨不得用眼神将我一箭穿心。杜磊写给我的保证书揣在我上衣的口袋里，就好像一块红炭。派出所门口，2路人分道扬镳。一直没说话也没哭没闹的和和坐在姥爷的车上，突然开口问我：妈妈，你跟爸爸是要离婚了吗？没有啊，和和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脱口而出。那为什么我们不回自己家？和和显然不信我的话。因为你爷爷奶奶来了，咱们家住不下啊。那咱们要在姥爷家住多久？此言一出，正在开车的老爸也看向我。爸，看路，我焦急地提醒。大兰啊，你怎么想的呢？回到家吃完晚饭，哄睡了和和之后，老爸把我叫到了书房，递给我一杯温牛奶。老爸的声音很低沉，有啥想法都放心跟爸说。你做什么决定，爸都支持你。爸，看你说的，哪儿就到那一步了。我就是跟杜磊他们家人有点处不来，等他们走了，一切也就能恢复正常了。我强颜微笑道。你觉得还能恢复正常吗？先不论小杜背着你存私房钱这事，你这么为难他爸妈，他心里能不记恨你？爸，之前在他们老家，他爸妈也挺为难我的，扯平了。你这孩子，爸爸希望你过得好，但这个好不是委曲求全的好，而是坦坦荡荡的好。人这一辈子很短，爸爸总要先走一步的，不能永远护着你啊。当初你嫁给小杜的时候，爸爸不同意，就是怕出现今天这样的事。你嫁的不是他一个人，而是他一家人啊。爸，平心而论，杜磊他也没给我受过什么委屈，除了这次去他家，我说服老爸的同时，似乎也在说服着自己。老爸正要说话，杜磊的电话打了过来，他的声音很慌乱。老婆，你快来一趟，我妈要跳楼。我那婆婆要跳楼，这又是什么新鲜花样？别啊，你赶紧给拦住，让换个地方再跳啊。27楼啊，她要是跳下去了，那我爸的房子不成了凶宅了吗？我不以为然。大兰，姑奶奶，别贫了，我不是开玩笑。我也没开玩笑啊，她要是跳了，不但咱房子成凶宅，整个小区房价都得降，邻居们见天的骂街。你听听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，说的什么屁话？婆婆的声音突然从远处传来，字字入耳，中气十足。杜磊，你的妈，你自己搞定，他们不走，你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记住咱俩约定的时间，1礼拜。大兰，你来一趟好不好？我妈她不是吓唬我，她已经翻到护栏外面去了。杜磊的声音发着抖，我拍照了，你快看看。哦，我挂掉电话，
点开她发来的照片，顿时血压升高。婆婆果真从和和的房间里翻了出去，站在了那个我们从来没上去过的不足1平方的小阳台上，手上死死抓着阳台上的那根护栏，做出了一副马上要英勇就义的表情。爸，您瞅瞅，那么高的窗户，我想翻出去都费劲。这老太太身手可真够矫健的啊！我把照片拿给老爸看。你公公人呢？怎么也不拉着点儿？老爸奇怪地问。谁知道呢？也许入戏太深了呗，还演大傻子呢。我不以为然地说。你就一点不担心？老爸的声音倒有点忧心忡忡。我婆婆那人啊，全世界的人都跳楼死光了，她也不会跳的。她就是做。真要跳楼的人啊，早不声不响就跳了。闹这么大阵仗，不过是要拿捏他儿子而已。我不去，他观众少，还没那么来劲。我小口啜着牛奶，把手机关机了，想了想，又把老爸的手机也关机，就连和和的电话手表，我都把卡给拔了。行吧，你今天也折腾得够呛，咱都早点休息吧。老爸看着我折腾，不紧不慢地喝掉了他的牛奶，嘴唇上留下一道白胡子。不过，大兰啊，你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啊！你那公婆恐怕不是那么容易送走的。我不怕，那我就天天赖在您家里，我跟和和2人就能天天吃您做的好吃的喽。行，一天给你做5顿。不过，你婆婆到底为啥要跳楼呢？我歪着脑袋想了想，这个我还真的忘记问了啊。正说话间，茶几上的固定电话居然响了起来。百密一疏啊，我居然忘了把固话的电话线拔掉。老爸看了看我，然后摁下了免提。老婆跳了，跳下去了。杜磊的声音有气无力。啊！我跟老爸异口同声。不是，你怎么不拦着点儿啊？叫救护车了吗？老爸拿过电话。他过来拉我妈来着，脚一滑，杜磊的声音带着哭腔。谁拉你妈？到底谁跳楼了？我一头雾水。我爸，他脚一滑就掉下去了，我妈这会儿晕过去了。大兰，你快来吧。好，等着我。我挂断电话，跟老爸面面相觑。你公公掉哪儿了？老爸难以置信地挤出几个字。楼下吧，杜磊还没去看。别慌啊，大兰，你先等等。喂，120吗？老爸已经拨通了急救电话。哦，已经派车过去了啊。好，谢谢。挂断电话，老爸想了想，要不你在家看和和，我过去吧。万一有啥鲜血淋漓的场面，我怕你要做噩梦。没事儿，爸，您看着和和，我过去。我的车还没到小区门口，远远就听到了警笛声。消防车、警车、救护车停了一大片，路也被堵上了。我只得把车停在路边，跑了过去。楼下拉起了警戒线，外面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。我的心狂跳着。一个相熟的邻居冲过来拉住我。大兰啊，你看那人怎么好像是从你家窗口掉出来的？我顺着他指的地方看去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。原来我公公还没彻底掉下去，得亏衣服穿得厚，他被挂在了我家楼下26层的空调外机架子上，正随风飘荡呢。在他脚底下已经铺了个厚厚的气垫，目测至少有2米高。我正心惊肉跳，他旁边的窗户瞬间打开，几个消防员不知拿什么勾住了他的脚，电光石火间就给他大头朝下的拉了回去。人群发出一阵欢呼。我双腿发软，连忙扶住一旁的路灯，只觉得眼冒金星。等我上楼，正遇到我公公他们出电梯。
老头让人给绑在担架上斜立着，杜磊和婆婆站在后面，两人都面无血色。老头嘴里塞着东西，还在闷叫。我仔细一看，塞的是我挂在门口衣架上的真丝纱巾。见到我，杜磊挣脱开扶着婆婆的手，猛地抱住我：“老婆别怕，别怕，没事儿了，没事儿了啊！我爸他就是一脚踩空了。到底是谁怕啊？”我挣开他，问正在抬起担架的消防员：“请问您这是要带他去哪儿？”老爷子受到了挺大的惊吓，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，而且可能骨折了，所以需要送去医院检查一下。消防员小哥说完冲我一笑，我这才发现他一个眼圈乌青。过激行为？大兰，家里可能比较乱，要不你先别上去了，等我回来收拾一下。杜磊挠着头。知道了，我嘴上答应着，等他们一走，还是立刻上去了。虽然杜磊给我打了预防针，但房间里脏乱的程度还是超乎了我的想象。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，就好像进了贼。就连冰箱里的那2大袋冷冻牛肉，不知怎地都被拿到了茶几上，冻肉融化后的血水顺着茶几腿儿，已经阴湿了一大片地毯。我压抑着马上要心梗的冲动，把刺儿冒冷风的窗户都关上，然后检查了一下和合的卧室。2路大脚印从床单上直接到窗台上，清晰地显示出了二老跳楼前的准备活动。深吸一口气后，我挽起袖子。公婆的东西，我给他们悉数打包好了，放在门口。密码锁的密码还有备用密码，统统换掉。再想从我和合的房间里跳楼，门都没有。我压抑着马上要心梗的冲动，把刺儿冒冷风的窗户都关上，然后检查了一下和合的卧室。2路大脚印从床单上直接到窗台上，清晰地显示出了二老跳楼前的准备活动。深吸一口气后，我挽起袖子。公婆的东西，我给他们悉数打包好了，放在门口。密码锁的密码还有备用密码，统统换掉。做完了这2件事，我体力也消耗殆尽，瘫在沙发上准备缓一缓，眼睛望着天花板，手无意识地顺着沙发的缝隙一摸，就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圆圈。拿出来一看，正是我买了还没送给婆婆的手镯。本应该在箱子里的东西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？突然间我就反应过来，是婆婆偷藏在这里的。沿着脊椎骨，我升起一阵恶寒，连忙跑到卧室，拉开了床头柜第1层。果然，我的首饰盒子不见了。再拉开第2层，我放在家里应急的5万元现金也不见了。怎么办？我拿出电话，正要拨给老爸，突然意识到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是那个什么事都可以哭着鼻子找爸爸的小女孩了，而老爸也老了。大过年的店被砸了，我不能再给他添堵了。我打给了杜磊，我的首饰和现金呢？老婆，你等等啊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你说。杜磊挂断了电话，几分钟后他才拨了回来。老婆，你别急啊，首饰和现金都在我妈那个紫花的包里呢，你看看，一样不少。我扫视一圈，一眼看到了那只难看的大花包，捉着包角，里面的东西被我全倒了出来。首饰盒不知去向，首饰跟5万现金混在花裤衩、馒头渣子、吃了一半的咸鸭蛋之类的杂物中间。我点了点，的确一样不少。解释一下，我开着免提，杜磊那边很安静。老婆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，你答应我不生气。几个意思？我妈她说你把我的钱都乱花了，还讹了我20万，所以她想找补一点儿。老婆，你别上火啊，我拦她了，
我还跟他动手了，所以他才要跳楼。你爸怎么样了？肋骨断了3根，小腿骨裂，还有脑震荡，总之问题不大。得亏楼下的空调外机了，刚装上的时候咱还非得让人拆掉，幸亏没拆。是啊，万幸。老婆，发生这种事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杜磊缓了缓，放低了声音。以前你总说我愚孝，我还不爱听。现在看来，你说的一点没错。老婆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我爸妈可能不能马上走了，但我也没脸让他们再住在咱爸的房子里了。所以，能不能麻烦你，把我爸妈的东西都给送过来一趟？行，定位发我没多说，主要是怕自己一张嘴就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。挂掉电话，我找了个跑腿小哥，加了150块钱，让他把我公婆的那些大包小袋都给送过去了。过了1个多小时，杜磊发消息给我，辛苦老婆了，东西都收到了。老婆，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保证这辈子我都不会让你和和再跟我爸妈见面了，咱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。给我点时间。行，我只回复了1个字。当晚，半是冻着，半是下着，和就有点发烧。老爸把相熟的社区医生叫到家里来，给和输了3天液，才好起来。于是我带着和顺理成章地在老爸家里蹭吃蹭喝了1个礼拜。没跟我爸说婆婆拿我首饰的事儿，但家里的金银细软都被我放到老爸的保险柜里了。另一头儿，我找了2波保洁，给我家来了个里里外外的大扫除。和的房间加装了阳台护栏，客厅的大地毯索性换了张新的。杜磊那边并没有跟我透露太多情况，只有每天晚上会给和打个视频电话。视频里的他胡子拉碴，背景显然是在病房的走廊上。我一句都没有多问。没想到又过了2天，婆婆赵凤琴自己摸到老爸家来了。下午4点多，保安打电话说我亲妈找我的时候，我差点没忍住提着菜刀出去的冲动。幸亏老爸带着和出去玩了，这话让他听到了得多伤心。我在监控里看了一眼，果然是婆婆。吩咐保安拦住她，我撸起袖子就出了门。我妈已经去世了，希望你能尊重她，让她好好安息。我压着火，我不说我是你亲妈，你能这么快下来吗？婆婆理直气壮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没好气。你跟我们杜磊离婚的话，你们生的那个小丫头片子，你肯定是要的了。婆婆问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惊呆了。问你呢，你是要还是不要？是杜磊让你问我的。他不好意思自己问你。我立刻拿出手机拨给杜磊。关机。我的女儿叫杜。和，不是什么小丫头片子。3两两的邻居都远远凑了过来，我压着火。都说了杜磊不好开口，才让我问的。这么护着，看来你是要他的了。婆婆不依不饶。我跟杜磊不会离婚，你这么问有意思吗？我是问你万一呢？万一，我自然是要女儿的，这不就结了？你想要那个丫头片子，那就把你们现在住那套房子给杜磊吧，不然我们不会同意离婚的。我顿时浊气上脑，正想开撕，看了看围观群众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默默地数着数，硬是把火气压下去了。数完10个数，我微笑着对旁边看热闹的保安道：这人不是我妈，是我婆婆。她有神经病，一发病就要跳楼。下次千万别让她进来。好的，安小姐。我已经把她的特征录入了，以及警戒。保安吓出一身冷汗来，拿袖口擦着两颊，
而后又呼叫同事，4个大小伙子才把婆婆给抬出去，而且4个人都挂彩了。这战斗力，我自愧不如。婆婆扒在小区的铁门外面，跳着脚还想骂我。保安队长威胁说他要报警，婆婆才悻悻离开。只是杜磊依然关机。我试着打公公杜守业的手机，居然接通了。大兰，杜磊的声音传来：“你怎么关机了？”我关机了。哎，我手机呢？哎呀，我妈买水果拿我手机付款去了。是不是她不会用啊？给弄关机了。对不起啊，老婆，找不到我着急了吧？你妈刚来找我了，问离婚的话，我要不要和？我开门见山。老婆，你别听我妈胡说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杜磊在电话那头咬着牙，你甭理我妈。他说买水果去了，我还奇怪怎么这么久没回来。杜磊，你妈为啥一定要逼你跟我离婚？因为大兰，我不能说。不能说。我说了，你可能真的会跟我离婚。怎么？你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？我心里都有点波澜不惊了。老婆，你先保证我告诉你以后，你不会跟我离婚。行，我保证。我说话的时候，另一只手在身后伸出3根手指，表示我说的话不算数，反正他又看不到。我还真是好奇，杜家2老怎么就突然表现得好像我刨了他们的祖坟一样。老婆，我爸他真有精神病。精神病？哪种精神病啊？神志不清会打人那种，俗称五疯子。不过好多年没有犯过了，这次纯属是你回去让他受了点刺激。我怎么刺激他了？我跟他一共就说了2句话。第1句，爸；第2句，教养是根有。教养的人讲的。难道是这第2句刺激到他了？不是，是我不小心说漏嘴了。说漏嘴什么了？你子宫切了的事。我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。生和合的时候，我是难产，鬼门关走了好几遭。这件事本应该是天知地知，他知我知的。哦，不对，还有给我做手术的大夫知道。就连老爸也被蒙在鼓里。杜磊怕老爸知道这事多想，这也是他维护我的一种表现。可是这种事怎么可能说漏嘴了呢？你究竟是怎么说漏嘴的？漏给谁了？我属实是不小心，他们套我话，我没留神。老婆，你知道精神病可能会遗传吧？你也有精神病？我浑身的汗毛都竖立起来。那么我的和，不是我，是我哥，杜强。对，还有他儿子。他儿子？他那个刚满月的儿子。那么小的孩子，就算有精神病，也诊断不出来吧？我妈说，那孩子跟我哥小时候一模一样，跟人没交流，看人的时候眼神很瘆人。我仔细回忆了一下，那个婴儿身上的味道很大，我一直以为是农村卫生习惯的原因，所以也没有仔细的去看过他。不过他哭起来的确很执着，他妈忙着的时候，他能一直哭到嗓子彻底沙哑。其实在这孩子之前，我嫂子还生了个儿子，只是生下来就发现是痴呆，后来孩子没满月就夭折了。我妈笃定了我哥和我嫂子生不出正常的儿子来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让我生个儿子，不然他们说我们杜家这一脉就要绝后了。所以你爸妈撺掇着你跟我离婚，是为了续你们家的香火。他们是这么想的。那你怎么想的？老婆，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和和。那为什么在你老家那么多人围攻我，你袖手旁观呢？我那时候还没有勇气反抗他们，现在就有了。
我已经想明白了，跟我过一辈子的人是你和和和，我没有必要为了他们的面子，把我终身的幸福都搭上。这话怎么都不像你能说出来的啊！其实是你那个高中同学，他点醒了我。方浩，就是他，他给我打电话了。这个方浩居然做好事不留名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我也没多问。其实我妈去我们单位闹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跟他们彻底划清界限了。你妈还去你们单位闹了？闹什么？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她让我领导命令我离婚。离婚以后呢，她怎么给你安排的啊？她让我争和和的抚养权，知道你肯定要和和，然后逼着你把咱爸的房子给我。你们俩的密谋就这么告诉我了，两个人的话互相印证了。看来杜磊的确没有藏私，这个老公还是靠谱的。老婆，我现在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，也是我最需要你的时候。杜磊哽咽了。我是真不知道怎么会闹成这样，满心要好好过个年，给你尝尝精神，结果，老婆，这件事完完全全是我爸妈的错。我知道你伤心了，以后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弥补你。这话以后再说，你现在到底准备怎么办？我妈她有了一个计划，等她全都告诉我以后，我再来拆招。我已经基本想好了，怎么让他们回老家去，再也不来北京了。你要跟他们断绝关系，差不多吧，以后估计不会再见面了。你要怎么做呢？到时再告诉你。老婆，我还需要你配合我演一场大戏。打完这个电话，杜磊那边又销声匿迹了2礼拜，我也没回家，还赖在老爸家。我总觉得公婆没走之前，我一个人带着和和住回去不太安全。老爸可高兴了，一天到晚变招法给我们捣鼓吃的，还给和和买了只小猫。小宠物的到来彻底冲淡了和和想爸爸的心思。就在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杜磊突然打电话说约了我和方浩吃饭。到地儿一看，果然是人均200的火锅，就大厅吃得了，还浪费50块钱的包厢费。方浩落座，跟杜磊握了握手，两人似乎已经很熟人。这不是咱要说的事儿，旁人听到不好吗？杜磊笑笑。自从公婆来北京，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笑。你母亲那个计划彻底制定好了？方浩擦着手。他准备明天就动手。杜磊给我递上纸巾。动手？干啥？我吓了一跳。这俩人怎么好像有啥事儿瞒着我？大兰，你别害怕。我妈她是准备为了老杜家的香火牺牲自己。你妈那年纪还打算再跟你爸生一个？她早过了更年期了吧？我一头雾水。大兰，你真别害怕。我妈她是要自杀，然后自杀，又要跳楼？不，她打算激怒你，然后让你跟她动手，到时她往后一躺，她那个年纪，但凡摔着一下后脑勺，当场去世，然后诬陷我推的。对，不是，这老太太什么脑回路啊？这几天她一直在酒店的床上练怎么往后倒呢？这有点荒唐了吧？我都快气笑了。大兰，你别着急，先听老杜说完。方浩插言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嘴里的小杜已经变成了老杜。行吧，那要我怎么办？不论老太太怎么激我，我就是不动手，对吧？我摊摊手。大兰，你先听我说。杜磊咽了下口水。我妈明天晚上会约你吃饭，会跟你说是她要赔礼道歉。吃完这顿饭，她就带着我爸回老家了。地方嘛，就是你爸的酒楼在5环那儿的分店。
什么？她还要死在我爸的分店里？这老太太什么仇啊？我挖她祖坟了，我几乎要跳起来。在她眼里，无后吗？方浩拉了拉嘴角，跟挖了她祖坟也差不多了。你们俩到底要我怎么配合？于是两人拉着我，头碰头耳语了一番。听完这俩的计划，我不由得刮目相看。你二位到底是哪个小天才，想出这么个计划来的？主要是方律师，鬼才啊！杜磊竖起大拇指。第二天中午，我果然接到了婆婆的电话。大兰啊，都是妈不好，妈糊涂，妈眼瞎。这么好的媳妇，妈真不该瞎做啊！现在你爸腿也断了，妈这心里后悔啊。大兰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带着你爸回老家去，再也不来北京给你们添堵了。大兰，妈给你赔罪好不好？今晚妈请你吃饭，你一定要来。婆婆这番话跟杜磊预计的简直一个字都不差。我装作哽咽感动，妈，都是一家人，都是误会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准时到。下午5点半，戴好他们给我特意准备的帽子，我跟方浩准时来到了老爸的分店。一桌人已经在等着我了，除了婆婆、杜磊，还有杜家在北京的一个远房亲戚三表姑，论辈分是婆婆的平辈，老家那位杜二婶的亲姐姐。见我带了个男人来，三表姑顿时发难：姐啊，怎么咱家里吃个饭，你这个媳妇就这么大摇大摆带个野男人来了？我看了他一眼没说话。杜磊解释道：妈，这是我朋友小芳，是个律师，他俩估计是门口碰到的。我请小芳来，主要是想让她给咱们好好调解一下，啥话都说开了好。妹啊，你小声点儿吧，我这媳妇可厉害着呢，这不，我都惹不起。老杜腿也断了，我们老两口啊，马上就要被赶回老家了。婆婆没接茬儿，而是扭头对三表姑输出了一阵，语气很哀怨：不是吧姐，您这也忒惨了点儿吧？三表姑故作惊讶。我像约好的那样看向杜磊，老公。杜磊故意看了看他妈的脸色：大兰啊，妈心里有气，你让。他说2句又怎么了？又不会掉块肉。见儿子给他撑腰，婆婆顿时硬气起来：杜磊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媳妇啊，就是欠敲打。城里媳妇怎么了？生不出儿子来，还在那儿站着茅坑不拉屎。我噌地站了起来：你骂谁呢？婆婆也站了起来：就骂你了怎么着？此时杜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他接着电话就走了出去。婆婆一脸得意：不要脸的东西，我说你2句怎么了？你还打量着你的事儿，我们不知道呢。告诉你，全村都传遍了，你子宫没了，这辈子你也生不了儿子了。我儿子还要你，那已经是天大的恩典。你们老安家烧了8辈子的高香，才遇到我儿子这么个大善人，且珍惜着吧。哎，你干啥？你离我这么近要干啥？我看了一眼头顶的摄像头，然后离开座位，走到了婆婆身边。你再说一遍。我盯着她，一字一句。干啥？你还想打人啊？三表姑煽风点火道：姐，甭跟他客气，照脸上招呼。婆婆却一把推开了我。这是她原本的剧本，推我一把，我反推，她倒地。不料她这一推，我立刻后仰倒地，后脑勺发出沉重的咣当一声，然后双眼一闭，晕了过去。听声音，绝对摔得不轻。其实我一点不疼，因为这帽子是特制的，里面有个缓冲层，外面有块铁皮，所以倒地时声音巨大。1秒钟后，方浩就大喊了一声：血！出血了！
帽子里的假血浆带破了。婆婆围过来一看，顿时没了声音。200毫升血啊，效果绝对够震撼。我也是昨晚在浴室排练过的，后面清理都花了1个多钟头。就在这时，杜磊夺门而入：“大兰，你怎么了？”他抱住我就是浮夸的一顿摇晃，如果不是强忍着，我都要笑场了。喂，120吗？对，我们这儿有个人被打晕了，流了好多血，方浩打出电话。我眯起眼睛，就见婆婆和3表姑互相搀扶着，抖成了筛子。你们干了啥？杜磊突然放下我，冲到他们面前。是你妈？你妈推了你媳妇一把，给她推倒了，估计后脑勺磕着了。这可跟我没关系啊！3表姑慌忙解释。我就轻轻碰了她一下。妹啊，你可得给我作证啊！妹，婆婆慌乱的四顾，3表姑却早已脚底抹油。大家看过去时，只留下她冲出门去的残影。这房间有监控，大家都别着急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救护车也在路上了。方浩的声音很淡定，试了试我的鼻息，却突然变色，怎么没气了？老杜，你快来看看。杜磊扑到我身边，也试了试鼻息，还拿手摸了摸脖子，都没摸到颈动脉上。老婆，你别吓我。我的余光瞄着婆婆，此刻她面无血色地瘫坐在地上，已经吓傻了。就在这时，120的工作人员到了，2男1女，女的是方浩的老婆，也是120的一名急救医生。他们是调休时间，开着医院报废的120车辆来的，目的就是让这场戏更真实。女医生大概检查了一下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，直接出死亡报告吧。一个男医生接口：好的，死亡时间。妈，您快跟我走。杜磊突然起身，一把拉过他妈，压低了嗓音。此时婆婆已经六神无主。走，去哪儿？跑啊！不跑等着被抓去坐牢啊！杜磊一溜烟把他妈给拉跑了。确定他们跑远了以后，陈阳走进来。行了，大兰，起来吧。大冬天的，地上多凉啊！我这才爬了起来。陈阳摇摇头，你老公跟他妈打了个车跑了。之前那个什么表姑是一路小跑坐公交车溜的。什么人呢？逃离命案现场也不舍得打个车。我对着所有人鞠了一躬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每个人都是我安澜的大恩人，是我安澜后半辈子能好好过日子的大恩人。大家七嘴八舌的不好意思起来。陈阳一嗓子，得了，都洗手吧，换个包间，准备开席吧。饭吃到一半，杜磊打来电话，我开了免提，送走了，坐的高铁。那你爸呢？一气儿送走了。老头的腿就是骨裂，纯属拿捏我呢。一听我妈杀了人，腿脚立马利索了。这事儿保险吗？陈阳还有点没底气。放心吧，杜磊沉声道，过2天让老方给他们发函，说安澜没死，但是医药费得几10万，让他们赔。那他们能赔吗？方浩的老婆吐吐舌头，不能赔就签保证书，再也不来北京。方浩微笑，拿捏了。1年过去了，又到了春节。老爸安建军和杜磊在厨房里忙碌，我跟和和在贴窗花。小猫过来捣乱，拿大尾巴扫和和的脸，逗得他咯咯直笑。公婆那边再也没有作妖，杜磊跟他们彻底断了联系，只是每月会打过去1000块。公婆亲手签下，按了手印的保证书，就收在我家的保险箱里。没错，经过了偷首饰事件，我也给家里安了个保险箱，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杜磊对此毫无意见，
用他的原话说，就是他有前科，现在还在观察期，他会好好表现，争取早日结束观察期。窗外雪花飘飘，电视里传来春晚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声音，我们家的宴席菜也上齐了，大家举杯，腾腾热气中，共同庆祝又一个新年的到来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二个故事。老公爱子如命，会把我买的房子抵押给继子补课。被我发现后，他却指着我脑壳骂我。我儿子正处于人生关键期，卖房补课怎么了？我们为人父母得全力支持，他过得好，你面上也有光。你以后还得指望我儿子给你养老，你不要再斤斤计较了。我当场就笑了，把钱都花光了，你又得了癌，看你那没血缘的儿子认不认你。拿到体检结果的那一刻，我腿都软了。我脑海中不停地闪现着医生的话：您丈夫是白血病，如果做骨髓移植，还有存活的希望。想到这，我心就揪揪的疼。我老公那么年轻，我很舍不得他。哭了半小时，我才冷静下来。无论怎么样，我都要救他。我决定卖掉我的房子，为了避免我老公知道病情，导致加快病情恶化，我独自开车去到了中介处。白女士，我们查到您名下的房产已被抵押，目前是不可出售的。听到中介的话，我整个人都懵了。不可能啊，我从没有抵押这个房子。你们是不是弄错了？你们再帮我查查。中介略带同情地帮我按动了键盘，我在抵押栏那处看到了我丈夫赵进3个大字。我被震惊地叫出声。他为什么要抵押房子？他要用那么多钱干什么？莫非是他知道了自己的病情？我脸色苍白，愣在了当场，不知愣了多久。直到中介提出要送我去医院时，我才满脸忧愁地给领导请了假，直接回到家。我无措地坐在床上，心里不停地担忧着房子卖不出去怎么办。我手头上的30万也不够给老公治疗。门把手转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考。客厅里传来了啪嗒，像是鞋乱丢的声音。儿子，快来沙发躺着休息一下，等爸爸把电脑给你装好后，再带你去金牌名师那上课。继子来了，不做了，等会那个老女人回来看见我了，指不定怎么欺负爸爸呢。他加班，没这么早回来。再说了，这个家里我最大，他怎么敢欺负我？继子哈哈笑出声。爸爸，那你下次欺负他的时候，记得拍个视频给我看，让我缓解一下学习压力。行。我手脚控制不住的在发抖。我无法想到我那乖巧的继子会那么讨厌我，讨厌到怂恿他爸爸来打我。更没想到相恋5年的老公，不仅没有制止他儿子的暴力行为，反而还附和他。我强忍着怒火没出声，我倒要再听听你们还有什么恶毒的招。继子又说，爸爸，我还想报个小语种的补课班，这样子我到时候高考胜算就大了。妈妈去问了，说1学期只要10万呢。赵进沉默了一会，1学期10万有点贵啊。继子很热衷补课，除了语数英常见科目补课外，他还选补了马术、高尔夫、钢琴等课程，每一个课程的金额都价值不菲。为此，赵进只留了1000的生活费，其余的工资全给到继子身上。咔嚓一声，好像是继子在撕裂卷子的声音。哪里贵了？我同学报的班比我更多啊。是不是那个老女人不同意啊？她都抢走你了，从小到大，大家都说我是没有爸爸的野孩子。呜呜，爸爸，我再也不喜欢你了。说着就想推门而出，被老公拦住了。好好好，给你报班，
只不过我把房子抵押的钱1/3给你报班了，剩下的2/3给你妈了。我手头上只剩下个3万元，要不然你先让你妈转你下。我心里的怒意几近喷涌而出。原来老公将抵押房子的钱一半给他儿子报班，还有一半给他前妻了。凭什么啊？这可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啊！继子的声音又传来。那不行，妈妈的钱是要留给我以后报班的。那个老女人的妈妈不是也有一套房子吗？他们欺负我就算了，居然还准备把主意打到我妈妈身上。我立马冲了出去。他们2人呆愣在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我上前对着赵进就是一顿质问。赵进，你不是说你前妻也承担一部分的报班费了吗？为什么要抵押我们的共同财产房子去给你儿子报班？你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。赵进被我拆穿后神情尴尬，但下一秒他就陪着笑和我解释道：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儿子从小就跟着他妈，我都没好好照顾他，我心里可愧疚了。呵呵，愧疚当初就不要离婚啊，想补偿他就用他自己的钱啊，用我的钱养他前妻一家，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。我冷笑一声，你不是把你大部分的工资都给你儿子了，难道这还不够弥补吗？一定要把房子抵押进去吗？你不要忘了，这个房子你首付只出了5万，剩下的首付和贷款可都是我还的。你抵押之前，难道不能先问过我一下吗？我话还没说完，赵进就很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话。不要张嘴闭嘴，你儿子，那是咱们儿子，一家人，你至于那么斤斤计较吗？我倒是想问你啊，可谁让你不能生啊？我感觉寒意从脚底漫了起来。我患有多囊症，不容易怀孕，遇见赵进时就和他说了。他说没关系，那时候我很感动，终于能遇见一个好男人。当时他找不到工作，是我拿出我多年的积蓄供他创业，在他创业失败后，我也用我的工资支付生活费用，直到他重新找到工作为止。我为他做这么多，我到头来得到的只有一句：谁让我不能生？明明他也有问题。我控制不住的想发笑，一旁的继子却大声哭出来了。阿姨，你不要生气了，我不去报班了，只要你和爸爸2个人过得好好的，我就开心了。反正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爸爸陪在我身边，我习惯了。我妈妈教过我做人要有志气。老公听着眼圈都红了，抱着继子就开始向我示威了起来。儿子不要怕，该抱就抱。我还没哭，你个绿茶男倒是比我先哭了起来。我再也控制不住，就对着他们父子俩吼道：那么有志气就把钱还我啊！干嘛用我买的房子抵押来的钱去报班？嘴炮谁不会啊？继子愣在了好几秒，突然他对我阴狠地笑了一下，就以80码的速度冲向屋外。他边哭边大喊：呜呜，阿姨你不要再打我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向爸爸要生活费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见爸爸了，你不要骂我是杀千刀，诅咒我出门被车撞死了。老公瞪了我一眼后，立马就追了上去，我也跟了上去。继子在1楼停下，他见到我们来了，就开始攀爬栏杆。阿姨，只要你和爸爸好好的，即使我去天堂了也没事。老公和周围的邻居立马上前将继子拦了下来。继子还在不停地挣扎。你们让我走吧，不然阿姨老是因为爸爸要给我报班费用而生气。阿姨，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的，但我是我爸亲生的，只要他开心，让我干什么我都是愿意的。老公眼圈都红了，周围的邻居也对着我指指点点。天啊，怎么会有这种人啊？还打孩子！
老子养儿子是天经地义的，接受不了当初就不要嫁给人家啊！继子可真有心机啊，故意在邻居面前搞这么一出，为的就是让我对以往的事情既往不咎，并且还要一直给他们吸血。她和老公可真是一点都不像。我正准备开口拆穿，就看到继子的眼睛一亮，他冲着我身后大喊：“赵叔叔，你是我阿姨公司的领导，你帮我劝劝我阿姨，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来找我爸爸了，你让他别和我爸爸闹脾气了。”继子经常过来找他爸玩，久而久之，他就知道我领导住在我楼上。我心下顿时明了，他这些动作全是为了让我领导看见。小小年纪，心思真恶毒。我可不能失去这份工作，脸色惨白，哆嗦着想上前解释。领导想返回的脚步硬生生地停了下来，他长呼了一口气，看向我：“小白啊，你们之前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”我还没开口，继子就抢先一步了：“哪有什么误会？”他拉开袖子，露出一片青紫。阿姨为了不让我报补习班，老是趁别人的时候偷偷掐我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刚刚我看继子的手臂还是很干净的，没想到就下楼的一个功夫，他就做好了这些动作，为的就是冤枉我达成他的条件。他对自己狠，对我更狠。热心肠的大妈立马捉过继子的手一起吹吹，还不忘骂我一句：“真不是人。”我看向赵进，他眼里也流露出些许的震惊，这表明他是知情继子在说谎的。我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询问赵进：“赵进，我们夫妻5年，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。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我真的有掐你儿子吗？”赵进愣了下，神情复杂的在我和继子身上打转。继子眼里闪过一丝怨恨，她拉了拉老公的手，接着火上浇油：“爸爸，阿姨没有打过我，那个班我不报了，被同学笑话就笑话，反正我都习惯了。”说完就哭得更大声了。继子不应该去报补习班，她应该直接考北电的，肯定第1名。老公皱了眉头，像是下定决心一般：“白淑婷，你给我转个10万元给我儿子报班，你掐我儿子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。”最后的一丝夫妻情谊全都消失不见了。原来父子俩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他们不将我的血吸尽，就不满意啊！我强压眼泪，对着他们父子2人开口询问：“赵进，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打你儿子？”2人对视一眼，同时开口：“刚刚在家里打的。”刚刚打的，我瞬间就笑出声了。赵进瞪了我一眼：“笑什么笑？你虐待儿童，我要报警！”话音刚落，继子就叫嚣着：“爸爸，既然阿姨没有认识到错误，那我们就让警察叔叔去教育一下他吧。”我掏出手机：“不用你们报警，我自己来报警。”等警察赶来的时候，继子还不停地哭哭啼啼说他也不想报警，只是没办法了。赵进则是一边假意地安慰继子，一边还不忘怒斥我就是个毒妇。我再问你们一句，如果不是我推的怎么办？赵进口沫横飞：“死到临头了，你不要再说什么假话了。”继子则是拉着警察叔叔的手，向他们展示手臂上的伤口：“警察叔叔，阿姨打我。”我的笑意更浓烈了，我对着他们摇晃了下手机：“忘了告诉你们了，我上月就已经在家里安装了监控。”2人对视一眼，脸色惨白，他们慌张地阻止：“夫妻一场，过去的事情就算了。阿姨，你是我爸爸的老婆，我原谅你了。”父子2人一听有监控，就变了嘴脸。围观的邻居这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舆论调转，从前刺向我的利刃，纷纷向他们调转枪头。
我趁此机会将监控调出。爸爸，那你下次欺负他的时候，记得拍个视频给我看，让我缓解一下学习压力。行，好，给你报班。只不过我把房子抵押的钱1/3给你报班了，剩下的2/3给你妈了。我手头上只剩下个3万元，要不然你先让你妈转你下。那不行，妈妈的钱是要留给我以后报班的。那个老女人的妈妈不是也有一套房子吗？赵晋父子的谎言不攻自破，二人低着头不敢言语。我按下暂停键，看向他们。监控中没有显示到我打人啊！你们这算是诽谤我吧？继子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，就爆哭了起来。赵晋则示意我赶紧闭嘴，我才不理他。我双手环胸，笑着看向他们。大的造谣就拉去蹲局子，小的造谣就拉去少管所，顺便告诉学校做个全校通报批评。继子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尖子生，这件事情要是爆出来，可影响他的保送名额。果然，他红着眼求助起他爸爸来了。爱子心切的老公涨红着脸，指着我鼻子骂道：“白淑婷，你太过分了吧！一点小事就弄得要报警。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报警？可是你们先提议的。”这赵晋脸色涨红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我话锋一转：“要我不追究也行，除非……”他们二人面露喜色。除非什么？你们和我道歉。二人合计了好一会，才不情不愿地走到了我面前。对不起，没诚意再大点声。为了避免被人围观太久，这次他们二人认真了许多。看着他们两个在我面前低头弯腰，不得不说真的很爽。我掏出手机对着他们拍摄了起来。你录像做什么？我对着他们二人一笑，当然是为了留着作为证据了。继子白了我一眼，就准备往外跑了。赵晋刚想跟着一起跑，被我叫住了。我的条件还没有说完，你们这么走了的话，可就白道歉了。我的话成功的让他们停下了脚步。赵晋气急败坏地冲到我面前：“都道歉了，还要怎么样？”我语气平和：“赵晋，我们离婚吧。房子折算下来的钱，你给我100万就好了。”赵晋愣了几秒后，目露凶光：“为什么要离婚？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”我看着赵晋，自嘲地笑了一下：“赵晋，你少造我造谣。我有时候都在怀疑，你根本还忘不了你的前妻。你之所以娶我，就是想找一个伺候你的丫鬟。”赵晋眼色飘忽，下一秒他就梗着个脖子大喊：“离就离，但是房子得归我，作为这么些年你没生孩子对我的弥补。”我被赵晋的言论给震惊到了。我万万没想到他这么无耻，我没找他索要赔偿，他就想霸占我的房子。我不能生，明明是……我下意识想脱口而出，但看着他们二人父慈子孝的样子，我就忍了下来。现在说还是太早了，我要等到赵晋将所有积蓄全都花完在他儿子身上，我再说。赵晋之所以想霸占这个房子，是因为他手上的钱是没剩多少了，他无力偿还抵押的钱，只能出此下策。我强忍着怒气看向赵晋：“凭什么？当初你只出了5万首付，剩余的首付和贷款都是我还的。那房子我都抵押，你也卖不出。”赵晋摊手一笑，好像我奈何不了他一样。你别欺负我不懂法，不就是个全校通报，我不怕。他拍了拍继子的手，安慰道：“到时候爸爸给你转学，怕个啥？”继子的手还是控制不住的在发抖，纸老虎而已。听着这无耻的发言，我继续对回去：“既然你们不怕的话，那警察叔叔，我们去警局做笔录吧。”
到时候我就拿着那个记录，去每个学校大门都放一遍。哎，别！爱子如命的赵进最终还是败下阵了。那100万，我到时候补给你。我满意的笑了，带着他们直接奔向民政局。幸亏今天人不多，可以直接登记。我拟好财产分割协议，就递给了赵进。他拿笔刚准备签字，却在看到手机的那一刻，露出了耐人寻味的微笑。白淑婷，你妈身体还好吗？我没好气地应道：好着呢。赵进噗呲一声笑出来：都得白血病，还算好啊。要不是我在医院有认识的人，我差点被你蒙骗了。看到赵进的反应，我算是明白了，他是将我妈和他的化验单弄反了。当时是我和赵进还有我妈3人一起去体检，我妈缴的费用，护士小姐不小心将我妈和赵进的化验单搞乱了。后续出结果时，还是医生看指标不对指了出来。我顿时放心起来了，幸亏赵进没发现。继子听后高兴地鼓掌，大声喊道：老巫婆得白血病，活该！他拿起财产分割协议在我面前摇晃。原来你要100万是救你妈呀！鉴于你刚刚在众人面前让我下不来台，我决定了只给你10万。赵进实在是伪装得太好了，好到我今天才发现他原来是这么恶毒的人。他之前做的转移财产污蔑人是大恶的话，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超级大恶。赵进之前肺炎高热，住院1个月，全是我和我妈衣不解带的在照料。赵进见我没反应，嘴角弯弯上扬。听说白血病发作时间可快了，你妈是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？说着，他就要当着我的面拨打我妈的电话。我伸手就抢过来挂断。他真的好恶心。赵进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我强忍着想吐的欲望，捂着鼻子向后退了一大步。赵进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给不给我100万？赵进一字一字地回：当然不给。他手搭在继子身上，放肆一笑。之前你用我儿子威胁我，现在你也有把柄在我身上了，我才不被你威胁。你要是不同意我今天就不办理，我拖死你妈！我气得想抽他一巴掌，却在半空中停止了。我让办证人员给我留个下午的号，就直接奔向停车场。期间我还不忘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让她不要被赵进说的胡言乱语给吓到。等车到达学校门口时，我给赵进打了一个电话：既然你不打算给我这些钱，那我就找你前妻要了。时间来得刚刚好，此刻正是学生放学的时候。赵进的前妻卢晶作为代课老师，正将一个个小朋友送到家长手中。我往眼睛上滴了2滴眼药水，带着我刚买好的扩音器就直奔他的方向。在距离他半米呢，我半蹲着揪着她的裙子哭喊道：卢姐啊，你行行好吧，把我妈的救命钱还我吧。话筒的音量果真很强，不仅吸引到接孩子的家长，还有震懵了卢晶。她见周围的人都过来凑热闹，就红着脸怒斥我：我什么时候拿过你妈的救命钱啊？你不要瞎说啊！卢晶的同事说道：我们卢老师可是被评为10佳模范老师的人，怎么会拿你的钱啊？他亲儿子还是一中的学霸呢。旁人纷纷附和。卢晶闻言很受用，高傲地抬起了他的头。随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，尖叫着嗓子：我认得你，你是我前夫的现任。我都满意联系了，你不要为了吃口干醋就这样子冤枉我。人群中大家哦了一声，就开始对我指指点点了起来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，自己管不住老公就找前妻算账。真笨，他们要是真有什么，
怎么会离婚呢？卢老师可是远近闻名的好人，他这么会贪图人家的钱。卢京得意地看向我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：我看你能拿我怎么办？白淑婷，我发誓我从没有拿过赵进的钱，请你不要再污蔑我。是吗？可是我这边有证据啊！我调出监控，对着喇叭就开始播放了起来。好好好，给你报班，只不过我把房子抵押的钱1/3给你报班了，剩下的2/3给你妈了。我手头上只剩下个3万元，要不然你先让你妈转你下。那不行，妈妈的钱是要留给我以后报班的。那个老女人的妈妈不是也有一套房子吗？你骗人，你骗人！卢京脸色突变，想将我的喇叭关掉，却被我躲了过去。我对着卢京冷笑：你还想毁尸灭迹？卢京刚准备说些什么，赵进父子就赶来了，他们就卢京围了起来。继子率先就对着我开炮了起来：阿姨，我都说了以后我不去找爸爸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找我妈妈的麻烦？这演技真好啊，可真能装。我没有揭穿。继子越演越上，引眼眶通红。直到人群中出现了好多声音，我才出声打断继子的表演。别演了，大家都看过那个监控视频了。人群中适时响起了议论声。这还一中的学霸，张口闭口老女人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后妈的妈，和他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，还想霸占人家的房子，真不要脸。亏卢京还是什么老师，怎么教出来这样子的孩子？有其母必有其子呗。我看现任说的没错，前妻就是把人家妈妈的救命钱给吞了。一个老师不去考编，就知道天天穿的花里胡哨去教导主任屋里，我一看他就不正经。卢京和继子的脸色由黑变红，又变惨白，看起来精彩极了。继子受不了了，他握着拳头对着我大喊：你不是答应我不给别人看吗？我向他摊手，做无奈状。要怪就怪你爸爸喽，谁让他不签下那个协议？继子将一腔怒火都撒在了赵进的身上，对着他的肚子就是一拳。都怪你，都怪你！赵进猝不及防地被打了一拳，人都跪倒在地上了，额头大汗淋漓，膝盖还擦伤了，身体的疼远抵不上心里的疼。赵进看着继子，想说什么，最终没说，只是眼眶红红的。想必他此刻非常难受吧，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孩子居然对他动手。如果他知道继子不是他亲生的，想必会恨不得原地爆炸吧。哈哈哈！人群中的声音更大了，大家都在骂继子。继子想跑，被我伸手捉住了。我掏出2维码递到卢京面前：100万，还我！卢京嘴硬不承认：我没有拿那笔钱，赵进你说是吧？赵进反应过来，立马配合了起来。白淑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那笔钱是我赌博输掉的，监控说转给晶晶的全是假的。哦，可是根据你的流水显示，你确实给卢京赚了100万。我从包里掏出早已打印出来的纸质流水证明，发给吃瓜在最前线的人。我捂着嘴做惊恐状，对着面色早已铁青的赵进和卢京说道：难不成卢晶晶就是做局的人？那我得报警。说着我就掏出了手机。我刚按2个数字，就被赵进拽住了胳膊。白淑婷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我没理他，反而是对着卢京施压。婚内转移财产，我是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追回的。你确定不转吗？有些人开始拿起手机直播了起来。卢京迫于无奈，最终还是给我转账了。卢京母子转完钱，就急匆匆地准备跑了。赵进见状也跟上去了，被他们母子骂回来了。
赵进一个人站在那边，显得命很苦的样子。我走到他跟前，失败的舔狗，民政局接着走起。成功做了离婚登记，现在只等1个月后过来拿证了。赵进出门前还不忘对我放狠话：贱人，你就等着给你妈收尸吧。回到妈妈家，我就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她说了。她气得大骂赵进不是人。我拍着我妈的肩膀安慰她，还再三告诫她不要将赵进得白血病的事情到处说。妈妈拍着胸脯向我保证。说话间，我妈的手机一直不停地响动。我点进去，全是白血病活不久的信息，还附带各种恶心的图片。联想到赵进对我放的狠话，我100%确定就是他搞的鬼。我立马联系上午拍视频的自媒体博主，让他帮我把视频上传。视频上传后，立刻引起了好多人的关注，大家纷纷怒骂他们3人。赵进和卢京被开除了，而继子则是被同学指点的受不了了，休学在家，听说他准备去留学呢。但是因为没钱，只能逼着赵进白天上班，晚上快递分拣挣钱。赵进累得生病，都只敢去小诊所挂点水，都不敢去大医院看。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了，等再次与赵进相见的时候，是在民政局领证的时候。赵进脸色青紫，瘦得像根竹竿一样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身穿名牌。昨晚着，卢京又拉着继子过来向我炫耀：“你妈还活着哟！” 3人对视一眼，哈哈大笑。当然了，我注视着赵进的眼睛说道：“忘了告诉你，是护士把我妈和某人的化验单弄反了，我和我妈都是健康的。”怎么可能？你和你妈要是健康的话……赵进愣了几秒，突然眼睛突然瞪得巨大，那有病的岂不是我？我不信。下一秒，他的电话响起，赵进接听后，整个人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幸亏证拿到手了，不然可不得再等好久。为了看热闹，我叫了个跑腿小哥，让他在医院给我实时分享。跑腿小哥传来的画面中，可看到赵进躺在病床上，苦苦哀求医生要救他，而卢京和继子在一旁玩手机，根本都没有参与会谈。医生面露难色地说道：“现在如果移植骨髓，还有一线生机。”赵进满怀希望地看向卢京母子，卢京抱着继子立马拒绝了。儿子还小，捐完之后身体不好怎么办？继子连忙点头：“爸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啊？我还未成年呢。”赵进眼神瞬间就暗淡了起来。等再次明亮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就响起了。“喂，白淑婷，你立马给我来医院一趟，给我捐献骨髓。对了，把你妈也给我叫过来。”有了前几次的铺垫，这次我并没有被赵进的无耻给吓到。我抱着逗弄小狗的心情戏耍他。挂断电话后，跑腿小哥又给我传来了一段视频。赵进一听我愿意捐，就在那边大肆吹嘘他的魅力。而继子在卢京的示意下，抱着赵进一段撒娇。赵进一高兴就给继子赚了10万元。我心中暗自疑惑，赵进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我找了私家侦探帮我调查。赵进等了半天没等到我，就又给我打了个电话。他暴跳如雷的声音从电话中传来：“白淑婷，你在哪里？怎么还不来？”我打了个长长的饱嗝：“我在吃大餐，你管我来不来？我和你现在都没关系，我凭什么给你捐骨髓？”说到这，我发出了尖锐的嘲笑声：“你的乖儿子怎么不给你捐啊？听说亲子之间配型最高了，不会你儿子不肯吧？悠悠，那你可真是养了一只白眼狼呢。”话音刚落，
电话那头就传来了砰砰声，随后就是继子大喊着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你没事吧？医生，医生，你快来啊！”挂断电话后，我开心地打了一盘游戏。早上我是被门铃声响起的，我推开门一看，就见到赵秋站在我家门口，而继子和卢京则带着一群人拿着手机在拍摄。赵进见到我那一刻，就露出了得逞的笑，他对着我扑通一跪：“白淑婷，我得了白血病，你把那100万还给我吧，那是我救命钱啊！”我见情况不对，就想关门，赵进眼疾手快地拉着门把手，继子则是拉着我的手喊道：“阿姨，我爸之前给你100万是看在你妈妈生病的份上，所以才给你的。现在你妈妈没有生病，你这笔钱应该还给她了。”说到激动处，继子还哭起来了。赵进一把拦过他们母子一起哭，那副场景真是令人动容。我要不是当事人，我都想跟着陪哭。赵进见气氛酝酿得差不多了，就哽咽着看向我：“小白啊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你这100万要是不给我，我可就要去死了。那你就去死吧。”当然这句话我只敢在心里说，面上我可不敢说。好几台摄像机对着我呢，正在直播呢。他们想利用舆论的压力让我妥协，我才不肯。调解员也站出来调节了：“小白啊，人家都得病了，你就那100万还给人家。”我捂着眼嚎啕大哭了起来。那100万明明是我的支付房子的钱，我凭什么还给他？想当初我妈生病，他还诅咒我妈，盼着我妈死呢。说着，我就将那天的录音播放了出来。原来你要100万是救你妈呀！鉴于你刚刚在众人面前让我下不来台，我决定了只给你10万。你要是不同意我今天就不办理，我拖死你妈！录音播放完了，赵进气得怒吼了我一下：“你有病啊？怎么老录音？不录音，怎么能将你个贱人打入地狱？”他此话一出，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。调解员对着赵进翻了个白眼，留下一句渣男，就骂骂咧咧地走了。刚刚是在直播的情况，所以很多人都知道了赵进恶心的嘴脸，都骂他活该。卢京也看到了评论，气得就横了赵进一眼。我就说你出的这个馊主意不行。继子更是拉着赵进哭哭闹闹起来。这个视频要是被我海外的同学看到，就丢脸死了。赵进气得想抡起拳头打我，被赶来的警察阻止了。赵先生，你现在涉嫌贪污公司存款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原来赵进之所以有钱吃香喝辣，全是因为贪污了他现任公司的一笔应收账款。现在公司知道了他的情况，也不要求他坐牢，只让他将钱退还就好。可那钱都在卢京的手上，卢京怎么会让到手的肥羊跑掉？据跑腿小哥传来的最新视频可知，赵进看着那张放弃移植单，对着卢京哭喊：“晶晶，你先给我50万吧，我还想活，我不想放弃。”卢京刷着短视频：“儿子出国留学费用可大了，你这个病也不好治，即使治好了，你贪污公款还得坐牢呢，不值当。”赵进小声地哀求道。可是医生说配型成功概率有70%，而且网友还给我捐了50万呢。等我好了以后，我一定拼命挣钱的。那个视频一经发出，骂赵进活该的人很多，但也有很多善良的网友给赵进捐款了起来。继子一听这话，脸立马黑了，手机就直接砸向赵进的床上。你怎么这么自私啊？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你的儿子啊？不是都和你说了，
我出国留学要钱的。我本来在一中待得好好的，要不是因为你。赵进嘴里嘟囔，要不是你非要报班。这句话犹如导火索一般，继子瞬间就炸了。他狠狠地踹了赵进的病床，随后爆哭要死要活。全怪我好了吧，那我不留学了，不留学了。卢京边安慰继子，边骂赵进是个害人精。别哭别哭，我马上签。赵进爱子心切，立马签下了那张放弃声明，还将网友给他的捐款全都转给了继子。继子和卢京刚想开溜，就听到了怪异的水声。卢京捂着鼻子问道：“什么味啊？这么臭？”继子四处寻找一番，最终锁定在满脸通红的赵进身上。是爸爸拉身上了。爸爸，你好恶心啊！你自己收拾。赵进不可思议地指了指自己。我自己收拾？继子翻了个白眼。不然呢？我这双手可是读书的手，我妈妈跟你也没有夫妻关系，帮你收拾多不好啊。说完，母子二人就手牵手地说要回家休息会。可怜的赵进从白天等到黑夜，又臭又饿，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得到的结果都是他们在忙。还是好心的隔壁床帮忙给他换个裤子。继子被烦得受不了了，给他点了个拼好好饭，这让原本虚弱的肠胃更加难受了。这下隔壁床再也受不了了，让护士给换了床。当收到侦探发来的各种有用证据后，我戴着防毒面具来到了赵进病床前。他见到我的第一面就是指挥我：“白淑婷，你快点给我收拾啊！”我没理他，开始阴阳怪气他起来：“你那宝贝儿子怎么不伺候你啊？是不是看你恶心就抛弃你了？现在的你好惨啊！”赵进像是被人戳中心事，对着我大吼：“你少说些风凉话，我再惨也好过你不能生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是有儿子的人。”我实在忍不下去，就笑出声了。我将体检单丢在了赵进身上：“赵进，你患有无精症，你根本不能生。”“不可能，不可能！”赵进将那张化验单撕碎，对着我咧嘴笑：“你想挑拨我和我儿子之间的关系，我才不相信你呢。”看来是不到赵和心不死啊！我又掏出了一个证据出来。视频中，继子和卢京二人在餐厅。继子嘟着嘴抱怨：“妈妈，我不想去伺候那个死老头了，他又不是我的亲生爸爸。以前是为了钱我才天天和他亲热，现在他一身病又没钱，看着就恶心。”卢京拍着继子的后背安抚：“晚上再过去看一眼，说不定水龙头筹款又进钱了。到时候骗骗老家伙，我们又有钱了。”我将视频关掉，就看到赵进眼睛充血，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吓人极了。赵进平复了好久，才冷静下来。他给继子发了个信息：“儿子，水龙头又到账了10万元，你过来给我带份饭，我转给你。”看着赵进露出阴狠的笑，我立马跑回去了。根据跑腿小哥传来的视频，看到了继子和卢京很快赶到了病房。赵进吃饱饭后，就借口说要摸摸继子的脑袋再给钱。继子为了钱就低下了头，下一秒就看见了红色液体流出，紧接着就出现了卢京的惊叫声。卢京意识到不对劲，想跑，但是跑不了了。他被赵进抓着，背上也中了2刀。幸好保安及时赶到，阻止了赵进。赵进看着已经无生气的继子，突然大哭了起来：“我为了他放弃了一切，放弃我的生命，我的房子，还有我的，可是他居然不是我孩子。”说着，他就拿刀了解自己，但被赶来的警察制止了。赵进被判处死刑，而卢京伤势不重，很快出院，
但由于他的所作所为，导致网友对他谩骂，他吓得每天都不敢出门。平台也向他追回捐款，他现在负债累累。我呢，则是趁着春日好时光，四处走走玩玩，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度过我的一生。